又有多少这样执着的爱可以贯穿30年呢？又有几个人可以守着这样一段必定不再回来的爱呢？1987年的大火带走了他的爱人，也带走了他的希望与寄托。你要干什么？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着。死去的人埋葬了遗憾，而活着的人是不是要用一生去纪念呢？欧阳来，可你在哪里呢？陈总，给您汇报一下今天的安排。9点，咱们新的办公大楼举行封顶仪式。10点半，跟武副市长汇报咱们公司科技养老的项目。午饭时间，全国办事处1把手视频会议。下午1点半，阿姨给您安排了相亲。取消。陈总，您已经取消了很多次了，阿姨会不高兴的。2点有个企业家峰会。4点健身，今天的项目是有氧和拉伸。6点半高压氧舱。晚上怎么？晚上宁总约您吃饭。我告诉过李总，您不喜欢这个人，可李总说这个饭局很重要，请您务必参加。不要来。陈总，陈总，陈总，阿姨发来微信说晚上如果没事儿，又给您安排了一个相亲，说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学音乐的女孩。跟我妈说，晚上我跟宁总吃饭。时间应该到了。陈总到了。哎呦，陈总，恭候多时了，来里边请，里边请。咱们就应该多沟通多交流，真的是太欢迎陈总光临了。您终于肯赏脸了，我都约了您整整3个月了。我是不是来了？对，来里边请。不好意思，我没看路，不好意思。欧兰，快点，都等你呢。先生，你没事吧？欧阳来，你还活着？先生，欧来，快点，快点。先生，我赶时间，我得先走了，不好意思啊。喏，3进1了。来吧，各位，敬陈总一个。来，好，来，陈总，来。陈总，我在啊，我去趟卫生间。哦，咱们房间就有卫生间。没事，不太习惯。嘿，马上就到啊！看什么呢？我你找人啊？欧阳来，你也叫欧阳来？我是陈乔木。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有个男的跟我一样也叫欧阳来呢。有什么事儿吗？你当年没在家对不对？你为什么没来找我？为什么消失了？你在说什么？什么？为什么不来找你？我们之前也没见过吧？欧阳是复姓，来是一种杂草。我是陈乔木，乔木是大树的意思。你还说你不认识我？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你肯定是认错人了，什么杂草大树的，我看你是喝醉了。哎，干嘛呢？你认识吗？
你这是，你说你看见欧阳来了？是。我觉得你算了吧，一个梦，做了10几年了，你可真的是我大情中好兄弟。不开玩笑，就在刚才。活的，活生生的欧阳来。对，他当时就站在我面前。虽然10几年过去了，虽然他长大了，但我不可能记错吧？那也不一定。那这个地球上，长得像的人多了，一模一样的也有，并且还没有血缘关系呢。你真那么确定啊？王玲，你觉得我会忘记他吗？而且，不仅长得一模一样，还叫欧阳来的人多吗？你真的确定不是在梦里看见的？我在梦里吗？哎，你在不在梦里？你不能拿我做实验和证明啊！你看，他不是在梦里，他当时就站在我面前，我看着他，他看着我。人是会变，但我记得他的眼睛，眼睛不会变。欧阳来，以后怎样才能救你，保护你？难道我穿行了？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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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没事吧？没事吧？对不起。没事没事，不好意思。站住！嗨，同学，你把人撞了，连声对不起都不说你就跑啊？哎，我不是说过对不起了吗？你还害我摔倒了呢。你说声对不起就行了。你看看，那你想怎么样？赔钱呀！赔钱？你这洗洗就行了，我才不赔呢。这是我昨天新买的限量款，这能洗得干净吗？我不管，赔钱，不赔钱不让你走啊！我明天下午回来给你洗好了吧？我现在真的很着急。哎呀，不行，你现在就赔。你是不是想讹人呀？哎，你怎么说话呢？你哪个系的？要不找你们导员聊聊？好吧，好吧，我是那个传媒系大一的欧阳来，我住在9202。我现在真的有急事，就算要赔，那我明天赔给你好了吧？哎呀，我不管，你现在赔。赔多少200。？200？你狮子大开口吧？你这鞋最多才400。那这一只200，这不很正常吗？我可没这个钱。那我不管，你想办法。
快点赔钱呀你！你烦死了，我想办法呢。那你快点想啊！老师，那个我是传媒系大一的欧阳来，我住在9202，您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呀？哎，我把我电话留给您。你不认识我？对，因为我才来学校没多久，人生地不熟的。老师，求你帮帮我吧，我真的很着急要去打工的，所以也没带钱，我明天一定还给您啊。我是陈乔木。知道，陈老师。陈老师，我电话，您就借我200就行，我明天还您250。不行，250这数不好，240好吗？老师，一晚上净赚40，可以吗，陈老师？得罪了。就200，拿着。谢谢你啊，陈老师，谢谢。我先走了。这有钱是个样。需要我帮你报检吗？同学，今天是几号啊？6月20号。哪一年的6月20号？12年6月20号呀。好了，反正是他拿了你的钱，反正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跟我没关系。喂，我是陈乔木。老师，有急事儿。陈老师，你来的真快呀！没事吧？我没事儿，就是我不是有意要骗你，咱们要不然换个地方说吧，好吧，换个地方。那个陈老师，我先给你道个歉，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我实在找不到人了，我现在还差1000块钱的销售额，我已经把我能联系的人都联系了一遍了。我想了一下，我认识的人里面有钱又有时间的，就只有陈老师您了。所以，陈老师，对不起，麻烦您了。你真的不认识我吗？是的，陈老师，啊，我叫欧阳来，欧阳是复姓，来是一种杂草。陈老师。我先提前感谢您，救我于水火之中了。我是陈乔木。欧阳来，你再仔细的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产河桥。哎，卖酒的过来一下。哎，啊，来了，等一下，马上啊。陈老师。要不这样吧，您先找个位置坐着等我一下，您帮我完成销售额，我请您吃全宇宙最好吃的烤肉，行不行？绝对好吃到灵魂出窍。老板，来把肥馊，1把半斤，1把肉筋再来个凉菜。好的，您还需要其他的吗？不用嘞。好的。陈老师，那我给你拿酒去。
干什么？喝酒呀！谢谢你今天的200，我给你开。陈老师，快喝！这个酒真的很好喝，而且就算喝多了，第2天早上醒来也不头疼。你快喝！夏天这么热的，就要喝冰啤酒。陈老师，真的。陈老师，谢谢你的慷慨解囊。我今天才发现，我那帮朋友一个也不靠谱，只有你，每次在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出来帮我的忙，你简直就是我的观音菩萨。哦，不对，这样不好，你就是我的神仙叔叔。来，再喝一个。谢谢。卖了1个月酒，终于结束了。这全宇宙最好吃的烤肉，我是一次也没有吃过，今天终于能放开吃了。来，为全宇宙最好吃的烤肉再干一个。上道，干3个，来。干一个。今天晚上再干一个，来，干一个。你的酒量太好了吧？你可以喝这么多。是吧？钱呢？这怎么办？你不是大客户吗？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时候，他还在。行，你别说了，要么把他叫醒买单，要么你买单。要不你把我工资先给我吧？你要干嘛？你不给我钱，我怎么买单呀？也对。嗯。还有给。我应该给你多少呀1200，零头我就不要了。哎呀，撒手！辛辛苦苦1个月，还要给你200。我就赚100了，这个月白干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哎呀，行了，你也别嘟囔了啊！我们要打烊了，赶快把你朋友弄走。听见没？快！我都不知道他住在哪，我怎么送他回去啊？我总不能把他看我宿舍里去吧？走。对，哎，我刚才看那个他钱包里不是有一张酒店的房卡吗？你再看看。别！
累死我了。这酒店也太豪华了吧！这么豪华的酒店，出门就带100块。这么豪华的酒店，200块还要。这么豪华的酒店，明天要是不还我钱，就给你图胃病，知道吗？小气鬼！我的妈呀！木头说：“昨天烤肉带酒1200，饭钱算我的，你还欠我1000，借你的200放在你的钱包里。昨天打车把你送回来再回学校，我中午饭钱都没有了，而且我真的需要这笔钱，请你务必今天中午把钱还给我。我拿了你的手表作为抵押，如果你3天不还，我就把它当了。我说话算数。”欧阳来。喂，是王玲吗？那你给谁打电话，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我问你是不是王玲？你是不是喝多了？啊？你有事没事啊？你没事，我这学校一堆事，我忙得很，好吧？我陈乔木。你还知道你自己是乔木啊？啊，你还知道自己叫啥呢？你多少天没出现了？你干啥去了呀你啊？你给我送点钱过来。什么玩意儿？我给你送钱，多少钱啊？2万。2万？我1年助教的工资多少钱？你知不知道？2万。你看我长得像不像2万？双倍奉还。双倍奉还？真的假的？这到。妈，我后天就回来了。我有办法，我有钱呢，你不用担心。好，我知道了。那个妈，我快要上课了，先不说了啊，拜拜。假的吧？什么？你那块男士手表啊？你买不起就说是假的？人穷志短，我说的是智力的智。狗眼看人低。欧阳来，你知道这个牌子的表最便宜的是多少钱吗？我男朋友送的，我才不管多少钱。男朋友送你块男士表，真是笑死人了。这表可不是你有钱就能买的，需要身份。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你男朋友的身份可真高贵。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你也得不到。你一辈子也别想买得起这样的手表。你什么意思啊？同学们安静了啊，上课吧。你干什么？你怎么进来的？我走进来的呀。你这干什么呀？你这么奢侈啊？你干嘛呀？我现在应该比你大10岁。你什么比我大10岁？你开什么玩笑？你这是要干什么？这么奢侈？你跟你爸吵架了？
你没钱的话，你不用开这么好的酒店吧？太贵了吧？钱呢？钱呢？啊，钱在呀，拿出来啊！哎，是双倍奉还吗？双倍。双倍啊！我走了，家里有西瓜。哎，你干嘛去啊？哎，你刚才电话说你要干嘛去？哎，我要去跟边静怡表白呢，让你这事儿弄得我差点都忘了。边静怡，嗯，那个校花是吧？是啊。算了，人家不喜欢你。啊？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不喜欢我？我们约好了一起要去吃法国菜 brunch， 不乱吃。人家找了一个篮球队的，那么高，别乱吃了啊！不可能！边静怡跟我说过，她最讨厌的就是傻大个，就喜欢我这样的。我吃你的西瓜，我在你这洗澡。走什么呀？让我们鉴赏一下你那高贵的手表啊！你有病吧？看把你吓的，看一下不会消失。再说了，你戴块假表不就是为了给我们看的吗？对，显摆呗，还说什么男朋友送的？大家都来看，欧阳来找了个富二代，还给他送表呢。别走呀！别走啊！欧阳来，这表不会是你偷的吧？我怎么这么怀疑这表的来历呀？你别在这儿血口喷人！如果不是你偷的，那你调个日期我看看。对啊，调一下吧。你们太过分了，关你什么事儿啊？我调，我调。他肯定不会调。来啊，调啊！狗眼看人低。好了吗？是不会调。男朋友送的真表。欧阳来，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再调不出来，我们可就报警了。这真是我男朋友送的。偷的就是偷的，欧阳来，你就是个小偷。我说咱们宿舍怎么总是丢东西呢？对，原来是你呀！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呀！别在这胡说八道。走啊，派出所去！干嘛呀？走啊！带去小派出所！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干嘛呀？你们别放！来，对不起，昨天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到，我只是想送份礼物给你，但这块手表似乎不太适合你。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份更珍贵的礼物。戴着很漂亮，走吧。那个，你先放开我。这个还给你，项链也还给你。哎，这个不用，送你了。太贵重了，我收不起。地摊货，带着吧。真是地摊货呀？真的。那还挺漂亮的，我就带着了。行。你是不是很需要钱啊？你先别管了，把昨天的酒钱先还给我。我可以还你，但你要陪我去个地方。
去了我双倍还你。去哪呀？我12岁那年，家里发生了火灾。我妈为了救我，吸入了大量的浓烟。虽然说她保住了性命，但是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每年都得入院治疗，而且要花很多钱。3年前，我爸为了给我妈看病，挪用了公款，被人发现了以后，丢了工作，现在只能靠开出租车来过日子。还好我高中3年的时候，自己攒够了大学学费，要不然大学都上不了了。我实在是很需要钱，没有办法，所以才……没事儿，走啊，我再带你去个地方。去哪？你抓过萤火虫吗？我要是能变成萤火虫就好了。为什么是萤火虫啊？你没有觉得吗？萤火虫就像地上的星星，飞到哪里都是光亮。地上的星星。你看，你真的不认识我？我你从来都没来过这里。不过我觉得你很面熟，跟你在一块儿也很有安全感。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面呀？陈乔木，你在哪儿？还有，你怎么知道卞静怡喜欢那傻大个？还有，你怎么知道那傻大个是篮球队的？打错？我怎么可能打错啊？你给我开什么玩笑？你个声音，我怎么能认不出来？喂，喂！我该回家了。我送你吧。不用，我家离这儿可远了，跟酒店是反方向。你家不就在这附近吗？没有啊，我家住城南。看来地址都不一样。什么？除了你的名字，你的一切都不一样了。你把我忘了？难道我们认识？我失忆了？当心点，别踩到我。你干什么？你躺着这儿？陈乔木，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卞静怡找了一个傻大个？什么意思啊？你把卞静怡带这儿来了？那我不是觉得这么大、这么豪华，并且我也
掏了钱了，对吧？我就把他叫过来，谁知道他带了一个那么高的一个傻大个儿跟着一起来了。陈乔木，你说，你是不是认识边定仪啊？还有那傻大个儿？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那你怎么知道的？猜的，说了你也不懂。还钱！哎呀，王良，你说穿行这种事儿会真的发生吗？陈小木，不就2万块钱吗？你有必要用一个这么荒唐的借口来堵我吗？哎呀，真的，会不会？会。可为什么有些人都记得，有些人却什么都不记得？哎，那还不简单吗？那说明他记得就在他的空间里面这件事情发生过，他不记得就在他这个空间里面没发生过嘛？难道我是来到了和他没有相遇的平行时空里？你怎么突然对这事儿这么感兴趣了？王良，我好像穿……哎，你别说啊，我觉得我大概可能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啊，我就说，今天我进这个门的时候，你说我看起来比较年轻，而我看你就有点老。那你说我穿回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有可能是对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不太满意，所以你想回来，做一些事情改变你的未来。你的意思是我回来是为了改变未来啊？哇塞，那就好办了，再借我点钱。那没有，3倍奉还。那可以有。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边静怡的啊，是你老婆。你俩在香格里拉结的婚，我是你伴郎。真的啊？你干嘛去？取钱。哦，去吧。 3倍啊！啊，对，走了。哎，主题表现呢和分类：哥特式艺术、抽象主义艺术、神秘主义魔幻梦境艺术、超现实主义艺术、科幻艺术、插图艺术、3D 角色设计、虚拟现实艺术、Flash 动画设计。什么？这位同学，你再这样，你就不要上课了。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们继续啊。数字媒体艺术的本质就是多媒体和超媒体的艺术。我妈说，数字化处理有人把她10年的住院费都结算了。图像、文字、不会吧？电影、电视是哪个好心人呀？信息翻译成为统一的。会不会是你那个凭空冒出来的富豪男友啊？即数字语言，不仅有传统的视觉语言，还可以借助三维动物。出去！喂，那个大叔，我想请你吃顿饭。对面那家酸梅汤你结啦，我买回来给你。不。你要假意佯攻，因为你我之间必须先有一战。什么时候发信号了啊？咱们这样打下去，会白白死很多兄弟的。打开宫门就是信号。你能打开宫门吗？
这个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来来，乔木，大王同意派兵了吗？同意了。走，快去开城门。乔木，一定要活着回来，答应我。我答应你。父亲，城门城谷，把乔木带走。是。臣卖已反，杀臣卖者，赏万金，封太尉。杀！你在啊，乔木？我以为你没在呢。怎么着？你脸色这么不好？王亮，你说回去都是对过往的懊悔，都是想改变。但如果依旧懊悔，依旧没有改变呢？那接着回呗。出啥事了？我遇见欧阳来了。欧阳来？15岁的时候救你那个？不应该啊！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他们家就是在火灾里都死了吗？是。我以为他也不在了，但是我在2022年遇见了他。完了，过去被改变了。可这次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讲清楚，我又眼睁睁地看着他出事儿了。欧阳来又出事儿了，那就接着回去救他。那你记得你怎么过来的吗？每次他出事儿，他好像都出现了。那这就说明，这个就是你来来回回的媒介。媒介？没错。过多的大道理我就不给你讲了，我还要收回刚才支持你的话。乔木，你有这个没问题，你回去也没问题，但是你不要做任何改变结果的事情，知道吗？那我做了又会怎样呢？出事儿呗，都出大事儿了，下地狱上天堂，谁知道呢？死呗，死你也要回去啊？对。你疯了，王良。我之前所有的事情，你都清清楚楚，甚至比我还清楚。当年要不是欧阳来，我可能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是他给了我一束光，让我鼓足勇气活下去。他告诉我，任何时候，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所以我不能放弃他，就像他当年没有放弃我一样。王良，你的人生也许是科研，我的人生是欧阳来。
所以我必须再回去。我知道欧阳兰一定会有危险，我不想她再受到伤害。帮我。你还记得你过来的时候，做了些什么特殊的动作，或者说了什么话吗？记得吗？欧阳来，你要我怎样才能拯救你，保护你？2006年，我怎么到了2006年？我15岁那一年，第一次遇见欧阳来的时候。别急，都到后面排队去，不排队的谁也别想买。后面的快排好。就9个，今天呀，总共就9个，一个人只能买1个，你们自己看啊，排在9个以后的就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了啊。来，后面的，后面的。姐姐，能不能卖给我一个？本来我是排第2的，结果他们把我挤到后面去了。怎么又是你啊？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得你爸爸来帮你排。你一个小女孩，怎么能挤得过那些大人呢？我爸爸工作忙，我都排了半年的队了。我看你那里不是还有个和那些不太一样的吗？能不能卖给我呀？不太一样，这个呀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就1个，你还想买？天方夜谭。姐姐，我求求你了。我这儿有200，你卖呗。200，再加个0呀，都买不起。走吧，走吧，这个呀，我真不能卖你，你求我呀也没有用。下次啊，让你爸爸来给你排队，我要关门了。你好，谁呀？啊。小朋友，送你的。你是谁？为什么送我东西？我妈妈说了，不能乱收陌生人的东西。怎么，你怕我是坏人啊？那这样，我把它卖给你，你说多少钱？我就知道，你们就是来骗小孩钱的。我在这儿排了1个月队了，我可知道原价是多少钱。你说原价多少钱？就被那些叔叔阿姨炒了40块钱，变成了200块钱。这儿200，卖不买？卖。你怎么只拿了160啊？我怕你说我骗小孩钱啊，拿着。所以小朋友收到了心仪的礼物之后，准备去干嘛呀？当然是去游乐场。
怎么了？不舒服吗？我要先去下前面的卫生间。哎，姐您好，有一个10多岁的女孩，她进去很久了，您帮我看看，我怕她出事儿。10来岁了，对能出个啥事？她进去太久了，您帮我看看。行，哎你等着。谢谢谢谢。来来，来来在里面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小伙子，看你长得人模人样的，你是干啥呀？你不会是变态了吧？不是，您误会了，里面有人吗？里面没有人，什么小姑娘？你再在女厕所门口转着，我就抓你！不是，您误会了，这没人。没人！哎，来人啊！抓变态！报警啊！快报警！哎，你好，请问您是来了妈？啊，哎，你认识我们来来呀？你好。您是来来的老师是不是？行。我跟您说呀，这孩子气性太大了，一声不吭就不见了。怎么了？今天回家，他爸看见他买了那么贵的一个布偶，就给他扔了，他就跑了。当时我们也没在意，可回过神来，发现他不见了，这就找了2个小时都没找着他。当然是去游乐场。哦，哎，您别着急啊，我去帮您找找。哦，对了，我留您个电话。对，留个电话来。我要是找到了，我就给您打电话。这是电话。没事，您说吧。那个我的号是1380-120-9055。好嘞。哎，您怎么称呼呀？陈乔木。小朋友，该回家了吧？你别怕，你妈妈一会儿来找你呢，他们都急死了。你胡说！你怎么会认识我妈妈？我们从来就没有见过。你从今天上午就一直跟着我，我早觉得你不对劲儿了。我现在就要报警，把你抓起来。喂，陈老师。喂，来来妈，我找到他了啊，您跟他说一下。好的。来来，你跑哪儿去了？
得我和你爸把大街找，都快急死了。听陈老师的话，赶紧回家。你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带他回去啊。现在信了吗？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不光知道你在这儿，我还知道你最爱玩的就是过山车。我从来没有玩过过山车，我怕高。也许过山车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要不要试一试？叔叔，我是真的喜欢玩过山车。你是怎么认识我和我妈妈的？来来，如果我说我是在星河的那一头来的，你相信吗？那你就是外星人？我不是外星人，但我也不是这里的人。你长得也确实不像外星人。那么，你就是神仙？啊？所以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呢？我是来保护你的。可是你为什么要来保护我？因为你是一个善良的孩子，你在不久之后给了另一个孩子新的生命和生活的希望。所以你是上天派来嘉奖我的？可以这么说。那你是不是会像阿拉丁神灯一样帮我实现愿望？可以。我可以把游乐场玩个遍吗？可以。我可以吃很多很多冰淇淋吗？可以。吃完冰淇淋，再把游乐场玩个遍？当然可以。如果有下辈子，我想做一只萤火虫，不管飞到哪儿，都能给怕黑的人带去光亮。乔木哥哥，你会一直陪在我身边吗？欧阳来，我会，我肯定会了呀。我如果出事了，你会来救我吗？我肯定会了。你要是出事了，我肯定是第一个去救你的人。我发誓，陈乔木一定好好保护好欧阳来，一辈子，不，100辈子都不让他出事。那好，大哥。那哥我上吊100年不许变。着火了！2楼着火了！快，叫人！着火了！2楼着火了！快，来人！快，着火了！快，马上快！上灭火器！着火了！快来人！大点火呀！来人！快！端水！
心吧，你妈妈肯定会没事的。叔叔，我和妈妈被困在里面的时候，我真的许愿了。我许愿，星河那号的神仙叔叔会来救我们。然后你就真的来了。我就是你的神仙叔叔。谢谢你，神仙叔叔。我说过，不用谢我的，因为你很善良，因为你也救过其他人。所以只要我一直善良，你就一直会在我身边吗？会的。我会做一个很乖很乖的小孩儿，你就会一直在我身边，对吗？对。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你都会在我身边吗？会的。无论你遇到什么危险，我都会出来保护你。无论在天涯海角，还是前世今生，无论有什么方法，无论我在哪里，我都会来保护你。你的每个愿望，我都会帮你实现。那拉钩。来，这个送给你。只要你带着它，有危险的时候我就会出现。神仙叔叔，1、2、3、4、5，你怎么只买了5份啊？我不吃。那我给你买个豆浆吧。神仙都不用吃饭的。来！不舒服，你跟医生说一声。魏有为。谁？是我呀，哥，乔西，你妹妹呀。你不认得我了？乔西，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说什么胡话呢，哥？你不会是伤了脑子了吧？我刚刚进你屋的时候，我看你倒在地上，你还流着血，我以为你……乔西，现在是哪一年？哪一年？2022年啊！你别乱动呀，哥！干嘛？哥，你干嘛呀，哥？你干嘛呀？停车！哥，你没事？你真没事吗？你去哪儿啊你？哎，哥，你慢点！哎，你要真没事，你别乱跑！
你找谁了？我找王玲。你以为我们仨族谁想见就见的？就算你要见，你也要预约了吧？我不需要预约，我是陈乔木。哎，你以为我没见过我们陈总是吧？我们陈总就长你这么个样子。你们陈总什么样啊？要你管，你赶走！再不走，小心我收拾你！我跟你说，我会功夫。你手机借我打个电话。嘿，你还得寸进尺，你赶走！我跟你说啊，我可是华山派的郑川，你再不走，你小心我一掌打的你那。喂，你咋了你？你，哎，我跟你说，你看那儿，我们这儿到处都是摄像头，大白天你讹人，你还是要坐牢的。我跟你说，呵呵。王玲，过来。你这咋了？流鼻血弄身上了？别废话，找你有事。走，进来。叫什么？大军，保安大军，保安李大军，明天来麦集团报告。这咋还生气呢？这怎么弄的？哎，你那么急干嘛呀？你看看你这一身弄得脏兮兮的，还有血，你干嘛了？跟人打架了？你现在可是有钱人，你有身份，你不能干这种事儿啊！你别废话，现在你我欧阳来发生了什么没有？啥发生什么没有？啥呀？你我现在包括我身边的人发生了什么没有？改变了什么没有？你有钱，我潇洒帅，你妹任性，还能咋呀？不就是这样吗？欧阳来呢？欧阳来怎么样了？你救过你那个，你前女友，你追那个，咋了？看来我回来了。啥？你回来了？你上哪去了？你的媒介理论怎么样了？媒介理论这4个字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这么不真实呢？你偷看我论文了？过去被改变了，未来的结果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你到底在说啥呀？啥呀？我穿行了。邹总，不好意思，来晚了，公司那边有点事儿。邹总，这是我们公司的项目书，您看一下。我们虽然是个小公司，但是实力绝对不差的，而且小公司有小公司的好啊。你是来看舞蹈，还是谈生意啊？看舞蹈，看舞蹈。但是邹总，您上次不是准我们入围投标了吗？怎么现在又不行了？这是总公司定的，不是我能说了算的。那您得想想办法呀。不可能，你能安静点行吗？肯定有解决办法的，对吧？说不行就不行。邹总，你当时怎么说的？你吃我的喝我的时候怎么说的？你说你想喝红酒，2000多块钱，你一口气喝了3瓶。你说你喜欢建盏，1万多的我买了2个。你现在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这谁呀？这不是咱打起来了？你干啥？又打一下，这啥情况呀？摆着呢，老板怎么事？啥打？老板被人打了呢？没事吧？这凭什么打人啊？老板，你没事吧？是吧？注意安全。
妈妈还有场麻将要打。你走路不看路是吧？来个骡子，你快去！2杯伏特加，3杯。我看看，我给你弄杯纯的行吗？可以，直接伏特加，要1大杯。生命之水，96度，成吗？行，就那个。咋了？至于吗？你跟自己身体过不去啊？让你倒你就倒，你倒不倒？你要不倒，我以后再也不来你这儿了。好，好，我的女神啊！不知道哪位尊神惹到您了啊？来，夫人，消消气啊，消消气。这哪是酒啊？这闻着比那纯工业酒精还猛。哎，你看这你就不懂了。酒啊，它度数越高，它就越能消愁。喝吧，喝了就云淡风轻了啊。还是换骡子吧。这样，您稍等啊，我给你牵头驴去。你别烦我了。行行行，换骡子。对不起啊，哥把你演出弄砸了。没有啊，挺好的。你说谁的演出能听到巴掌声？嗯？你就好好糟蹋你哥吧。哥，刚刚那个女孩是谁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啊？欧阳来。谁？欧阳来？你是说是15岁救你的那个小女孩？你不是说她都死了吗？怎么可能？你肯定是认错了。我也以为他死了，也许他活了下来。死而复生？平行宇宙？诺兰的大片儿？这好事都让你遇上了，哥，我也太幸运了吧！我看你平常是不是太闲了？来公司上班吧。不了，我游手好闲惯了。谁？你告诉我他是谁？我弄死他！我想报你好几年了，我都没报上，不，他凭什么呀？来，你告诉我他是谁？你真想帮我出气啊？那废话，那为了你有什么不敢啊？那人好像是麦集团的老大陈乔木。麦集团老大陈乔木，你确定啊？应该没错吧？我走的时候听到的。他对你干别的没？那没有，那么多人呢，他能干什么呀？再说了，我还打了他2巴掌。你还打了陈乔木2巴掌？我也是下意识的。我要知道他是陈乔木，我还能那么冲动吗？也是。唉。
眼看萤火虫项目就要成功了，这下好了，把金主的金主给打了。笑什么？吴奶奶，你因祸得福了。怎么说？你让我抱一下，我就告诉你。干嘛呀？怪不得呢，原来你那天吐血是被车撞了呀。还好撞的是我，所以我才能再遇见他吧。哥，虽然我还是没有听太明白，但是你这个行为实在是太帅了。但是他似乎不记得我，也不认得我。哎呀，你救过他一命，他也救了你一命，你认不认得有那么重要吗？重要。哥，你不会是假借报恩之名，你实则想要跟他谈恋爱吧？我猜对了，万年铁树开花了呀！最值钱的钻石王老五终于开窍了，我现在要立马跟老妈汇报这个好消息。你别一惊一乍的行不行？我自己都还没想好呢。哎呀，这有什么要想的嘛？你就是喜欢他呀，所以你开口闭口你都在提他。你现在不仅舍身相救，你还魂牵梦绕的呢，这不是喜欢是什么呀？饿的时候就该吃饭，爱的时候就该去表达呀。哎呀，你就是这儿已经有行动了，脑子还没反应过来而已呢。你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啊，本科自己都差点没毕业，你还好意思在说我？陈乔木，我是在帮你做情感顾问哎，你怎么揭我短啊？好了，不说这个了。毕业旅行想好去哪儿了吗？跟哥说，多给你安排。你别岔开话题呀！哎呀，人生得意须尽欢，要活在当下嘛，勇敢妞妞，不怕困难，追她，妹妹支持你。长大了。站好啊！嗯，你这出的什么狗屁主意啊？啊！竟然让我牺牲我的美色，我不干！吴奶奶，那萤火虫基地怎么办啊？我的女神，虽然咱这个办法不光彩啊，但是它能完成你的梦想。你看我为了帮你把心爱的女人往狼窝里送，你还不懂我的心吗？别瞎说，咱俩是兄弟。再说了，谁是狼还不一定呢。不过吧，你说的也挺有道理的。行了，回去睡觉了，明天主动出击，一起毙命。韩田，开门！我知道你们在里面。别以为陈麦进去了，他骗的钱就可以不还了。他解脱了，他欠的债解脱不了。夫债。
记着，多买方便面。我们在这里要待10几天呢。等你爸爸的公司股权结算清楚，把钱还给他们，我们就没事了。啊，去吧。你爸爸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所以他才自首的。你会跟你爸爸是同样的人，爸爸相信你。我们家现在这种状况没关系，只要我们一家人能够团结在一起，现在这种状况都会过去的。快去吧，快去，小心啊！快去，快回。嗯。我不吃没他娃吗？哎，小虎来，我。抓那骗子！站住！站住！抓那骗子！站住！陈乔木。李秘书，一会儿上班了，让邹总来趟我办公室，拿上昨天那个女孩的项目书。陈乔木，我还就不信了，我这么好的项目，你会不给我投钱？老邹，咱们公司有没有规定？陈总，我错了。你说你收了钱也不给人家办事儿，那人能不找你吗？陈总，我马上就退给他，酒钱我也给他。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你也知道我从来都没有敢越雷池一步，这回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这……哎，欧阳来说值多少钱？值2万。您懂建盏吗？他这一对最多值200。啊？不会吧？我看着挺漂亮的呀，这骗的就是您这种不懂装懂的。出去吧，叫于秘书给我备车。那我怎么能相信个黄毛丫头呢？好的，陈总，您放心，今后我再也不犯错了。
于秘书，你就给我一下你们陈总的电话吧。你是怎么进来的？那你不知道，费老大劲儿了。一开始门口保安倒是没怎么管我，但是进来以后，我就想谈一下我项目的事儿。公司每个部门有每个部门的职责，你要是谈项目去项目部，要风投去投资部，要应聘去人事，不要在这儿浪费时间了。我对您已经很客气了，您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就要叫保安了。喂，我是黄超，你给我看一下陈总中午有什么安排？好的，黄总。黄总，陈总中午有个饭局，下午2点回公司。好的。小张，你确定你没找错地方？陈总，按照项目书上说的地址，肯定是这里。我的神啊，咋了？正好，我给你发了张名片，你按照那名片上的电话给那个人打个电话，然后说有快递，让他去取。又咋了啊？啥事儿？哎呀，你就别问了，赶紧的。哦，对，一定要他本人去取。哎呦，姑奶奶，那你告诉我什么事儿啊？你打不打呀？你不打换别人打了啊？哎，别，我打，我立刻打啊，马上打。好的，我这就下来。哇，这么简单，都不知道给平板是个密码。这下陈乔木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的手掌心了。谁呀？这么没有眼色，妨碍我。行了，搞定。哎呀，原来是要去相亲呀！这么帅还用相亲？这家餐厅真的很不错，比我去过的全世界的任何一家餐厅都更有情调。对了，你有空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艺术展吧。我上次去看了一个艺术展，有一个展品是香蕉，然后上面贴着黑色的胶带，那个挺有意思，叫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哎，我跟那个展品我俩拍了合照，乔木给你拿出来看看。我跟你说了，乔木不是你叫的。那我叫你木木吧，这样显得更独一无二。要么吃饭，要么闭嘴，要么咱们就走。那我给你唱个歌，我唱歌唱的可好听了，我在美国学了4年了。靠我描本来的苗门。哎，不好意思，小姐，我们这里不让随便拍照。啊，请问您是？我找陈总。哪个陈总？陈乔木。哦，原来您是陈总的客人。来，
请您跟我这边来。好。嗨，你谁啊？欧阳来，你干啥？哦，我是来跟他谈。凭什么我先来的？哦，小欧啊，哎，公司下午要开会是吧？哎，我这个怎么忘？哎，你再多吃点，我单我买过了。强子，你去哪儿？你又想干什么呀？你怎么来了？我正愁着怎么解围呢。人家姑娘那么漂亮，你就把她一个人扔那儿？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吃饭呀。你来这儿吃饭？怎么了？这地方只有你们来吃饭是吧？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啊？你给我打电话了？哎，不对，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哼，你跟我来。是你的电话吗？是呀。那我怎么打不通呢？你把我拉黑了是吧？我当时正在拍自拍呢。你脾气够大的，我罚你自拍你就拉黑我。陈总，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你，真的对不起。地址呢？是你办公的地方？对呀。你确定？你去了？陈总，你听我解释，就是这个地方，3年内一定会成为城市里最棒的创业街区，我肯定会在里面有一席之地的。你打我电话干嘛？上车说吧，我要回公司。陈总，你先别走，先别走，对不起，对不起。就是昨天我打了你，真不好意思。昨天是我实力在先，对不起。没事没事，那个抱一下也没什么事儿嘛，只要这个项目书做的太过于简单了，上车具体说吧。好，哎，我给您开门，请进。陈总，地址我已经发给你了。那个晚上我在基地等你，等你去看了就知道有没有商业价值了。看来这个陈乔木也没有传说中那么难搞。你要干什么？陈总，你怎么这么早就到了呀？你经常来这儿吗？来过几次。这是个很美的地方，而且真的很神奇。来，跟我走吧，我带你去我们的基地。陈总，您露营过吗？你觉得呢？我觉得吧，像您这样的大忙人，那应该是没有什么时间去露营的。但是其实呢，露营已经成为了生活在城市大多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你知道去年到今年露营消费增长了多少？
不知道吧？我告诉你，足足增长了1倍多。哇！而且未来几年，我有信心会以这样的增速继续增长。也就是说，露营早晚会成为一个新兴的、具有活力的产业。那这个和你的萤火虫基地有什么联系吗？再说这个地方好像也不太适合做露营。时间差不多了，陈总，把眼睛闭上。相信我，闭上眼睛。你老看我干嘛？把眼睛闭上，闭上。你想象一下，现在在你面前有一片一望无际的萤火虫原野，围绕在你和你心爱的人身边。漫天遍野的萤火虫，就像璀璨的星星，是你伸手就能触碰到的光亮。这个时候，要是有那么一场盛大的求婚，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表白，都多么浪漫啊！你说是？陈总，把眼睛闭上。你怎么这样呀？重来。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在你面前有一片一望无际的萤火虫原野，围绕在你和你心爱的人身边，就像是童话故事一样。你是王子，你心爱的人是公主，你们手牵着手在萤火虫原野里散步，然后你们咋还不出现啊？谁？萤火虫，平时这个时候到处都是，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不来了？哪怕有一只也好呀。欧阳来，你说你的电话、地址、建展、萤火虫基地，目前是没有一个靠谱的。你还想让我在你这儿听什么呢？你继续编吗？办公地点是我的愿望，电话是我不敢接，建展是买不起更好的，萤火虫是真的。哦，我知道了，我知道原因了，因为快要下雨了，所以萤火虫为了躲雨都藏起来了。陈总，你再信我一次吧，不下雨的日子，萤火虫一定会来的。走吧，回家吧。那就回去吧。我送你。这就不用了吧。马上下雨了，这儿不好打车，走吧。那谢谢陈总不计前嫌。正好，快点！哎，你走吧，你干嘛去了？电话打不通。那个陈总，我先走了，明天见啊。我们今天回去吃什么呀？哎，你胖这样还吃呢？你说我胖？哎呀！快走！方兰，给你点的外卖到了，你要不要吃一口再睡啊？我要睡了，你自己留着吃吧。啊，那行吧，那你睡吧。晚安。
王玲，啊，我问你，如果我没有金币，我还能不能回去？不，你怎么还在琢磨这个事儿呢？别了吧，你都吐血了，你关心关心自己好不好啊？再说了，你妹那天跑到我这儿大闹特闹，就因为这件事情，算了吧，啊！我就问你能不能？你要干啥呀？到底能不能？不能。哎，这么大下雨天，你干啥去啊？哎，哎！他为什么会突然抱我呢？我的魅力有那么大？我们今天回去吃什么呀？哎，你胖这样还吃呢？你说我胖？哎呀！快走！优拓科技优化流程，实现管理信息化。江西养老服务技术的核心是居家乐221养老居家服务系统。该系统包括呼叫中心系统、老人居家客户端、平台服务组件平台、通信及信息传输的4部分啊。形成了由工单生成、工单流传、监控考评、收费查询、统计分析。怎么不接呀？哎，算了，上去看看。欧阳女士，你怎么又来了？今天我跟陈总约好了呀。跟陈总约好了？陈总没有告诉我今天要见你。他这么忙的人，也会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嘛。他现在在哪呀？陈总从来不会百密一疏。于秘书，我真的跟陈总约好了，不信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陈总现在正在开会，一会儿开完会我问问吧。您要么在这儿等，要么在外面等。嗯。陈总，咱这个综合体育的项目，这个地理卫生怎么样？哎，陈总，你不是说今天晚上要去我的基地，的吗？我今天没有时间。啊？不好意思，接过去。不是陈总，陈总，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呀？哥，开车。那不是那天在我演出上打你那个欧阳来吗？开车。哎，我有你的行程，看你怎么跑出我的手心。医院。小西啊，咱们陕西人呐，最爱吃羊肉泡馍。
老爸教你，泡馍的掰馍呀是很讲究的，一定要有皮儿有芯儿，而且呢要掰得均匀，不然的话泡出来就不好吃了。我就不爱吃羊肉泡馍。你就不爱吃羊肉泡馍？对啊，我就不爱吃我自己掰的馍。你看我刚做的指甲，老爸，你看好看吗？好。明知道今天要来吃馍，你还做指甲，你还做指甲？哎，又欺负妹妹。痛死了！得，老爸给你掰。还是老爸对我最好了。不像有些人。好了，这是乔西的。哎，对了，乔木，我怎么听你妈说，怎么着？你不想让我抱孙子了？就是呀，爸，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你少胡说。哦，对对对，我忘了，他昨天被一个女孩给甩了。哎，又欺负你妹妹，放手！甩了好啊，甩着甩着习惯了就好了，对不对？甩得好呀。哥，你是不是该去让厨师煮馍去了？我想帮你一起煮。你去吧。是呀。傻腰子。我就是路过。同学们，养殖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解决问题的过程，就像萤火虫一样，你日复一日的花时间去照顾它，不就是为了绚丽的夜空吗？可它呢，给你的回馈，也就仅仅是那么一点点的光亮，有时候确实让人感觉到懊悔。但是，当你抬头远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值得，那么美丽。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不要放弃，继续努力。好了，今天的课呢，咱们就上到这儿。下一周我们具体的解决问题。下课。不要放弃，继续努力。就是我不能因为这一点点的挫折就放弃。陈乔木，让我看看，你明天会出现在哪里呢？晨跑。陈总，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儿跑步，我天天都在这儿跑呢。你到底想干什么？晨跑呀。怎么我到哪儿你都知道？这个嘛，就是巧合啦。那我怎么之前在这儿从来都没见到过你？之前那是缘分没到嘛。陈总，你这么有商业头脑的一个人，你肯定知道我那个项目的潜力，还有商业价值，还有后续的社会效益。你不能因为下了一次雨就给我全盘否定了吧？王阳来，你知道做风投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最重要的是项目吧？错，项目当然重要，但比项目更重要的是人。风投其实投的是人，投这个人的品格、良心，还有行动力。我不否定你的项目，我否定你。我为什么否定我呀？为什么否定我呀？
因为你撒谎。我怎么撒谎了？地址、建盏、萤火虫，哪个靠谱？然后你想都不想，就说天天来这跑步，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到过你？我瞎了吗？你停下来！为什么？跑着说话累不累啊？你停下来！你要是累了就回去休息。陈乔木，你夜郎自大。我就是夜郎自大。要不然这样吧，咱们两个来比一比吧。要是我输了，我发誓，我一辈子不来缠着你。要是我赢了，你今天晚上就再跟我去一次萤火虫基地，怎么样？我才不跟你比。你怕了是吧？我怕，我才不怕。不怕是吧？对。那比。好，来。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来，1、2、3，开始。比谁头发长啊？我又没说要比什么。陈总，你为什么老是站在这儿，而且每次感觉像是要跳下去一样啊？如果今天晚上萤火虫再不出现的话，你以后就不要再来打扰我了。打扰？好，那我不打扰你。你这么大个老板，用词可真不恰当。那应该是什么？应该，哎，管他呢，反正如果有萤火虫，你要跟我合作，得给我投钱啊。没那么容易。正常乖乖的投钱。什么？你说什么？没什么，没什么。都12点了，你想让我等到明天吗？为什么我每次一带金主来，你们就都躲起来了？哎呀，我求求你们，你赶紧出来吧，给我点面子！你们这是要我的命啊！各位祖宗，我明天一定给你们带好吃的，好吧？求你们出来吧！太晚了，回家吧。我不想回家，我想死。你死也不要死在我身边，到时候你的男朋友过来找我麻烦。男朋友？我哪来的男朋友？就那天我送你回家，那男孩，短头发那个。他？那是我房东。陈总，你这么大个老板，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他是我哥们儿，跟我最铁的那种。他不是你男朋友啊？我以为。陈总，你怪怪的哦。太晚了，回去吧。我想再等一会儿。要不我请你吃夜宵，你想吃什么？吃全宇宙最好吃的烤肉。你也知道全宇宙最好吃的烤肉？以前有人请我吃过。那肯定是没有我这家好吃。服务员，那个来一把，来把肥瘦，1把肉筋，1把板筋，1份凉菜。好的，还需要。再来2打啤酒。好的。你也爱吃这些？对啊。你也爱喝啤酒？你爱。你怎么知道的？我还知道你很馋。为了全宇宙最好吃的烤肉，
干一个。喝呀，快喝！这酒真的好喝，而且就算喝多了，第二天也不会头疼。你快喝，夏天这么热的就要喝冰啤酒。来，喝一个。干杯！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给。哎，醒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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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伙子酒量可真不行啊！他也太菜了吧！行了，扛回去吧，我这儿收摊了啊。命苦啊！陈乔木，你大早上报仇是吧？哎呀，对不起啊，你没事吧？你怎么睡地上了？我家就这么大点儿，你把我床睡了，我不睡地上能睡哪儿啊？好痛，我的腿。对不起啊，哎，你头快疼死了。晚上我再陪你去一趟，也是最后一次。如果他再不出现，萤火虫基地的事儿就到此为止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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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老板，谢谢你，保证完成任务。走了，拜拜，拜拜。急什么？别玩手机了。我能不急吗？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别急，别急。我记得你上次说，闭上眼睛，你也闭上啊。你不是说不闭上眼睛就不灵了吗？快。嗯。你想象一下，一望无际的萤火虫，你看，
哥，哎，我的办法怎么样啊？那个欧阳来是不是像猫一样，喵的一声就扑到你的怀里啦？是不是神魂颠倒啊？嗯？我是被他打的神魂颠倒。什么？看，你又打了陈乔木一巴掌。你说这为什么这么完美的计划，就换来的是一巴掌呢？我想到了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欧阳来的应激反应。那他没去追你啊？追了呀，我一转身人就没了。你也没跟他解释一下？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他就跑了。你是不知道，一开始的时候，一切都那么美好。哇！天哪，这也太可惜了吧！要是有人给我买几万只萤火虫，那我肯定立刻马上毫不犹豫就跑到人家怀里，多浪漫呀！那会儿我脑子当机，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再说我解释什么呀？万一我解释不清楚，他又给我一下。这个欧阳来知道这些萤火虫是你买的吗？应该不知道。这个萤火虫呢，虽然没有打动得了欧阳来，但是说明她像我一样是一个有内涵、见过世面的女孩呀，对吧？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制定一套完整的计划。我告诉你啊，这有钱人啊，都是小心眼儿。他先用糖衣炮弹麻痹你的神经啊，然后呢，再准备伺机报复你。你知道外面怎么传他的吗？说他是究极版天蝎腹黑阎罗王。就他们公司那人闻到陈乔木那味儿，他就发抖。更何况你阎罗王又被你打2巴掌，他现在肯定很愤怒。你相信我嘛，情场小公主陈乔希还帮不到我亲爱的哥哥泡到一个妞吗？什么完整的计划？你最近得小心点啊！你不行你就一直跟着我，我保护你啊！要你保护啊？哎，不是吧？究极版的天蝎男。那你要一直躲着他，你项目怎么办？那肯定完蛋了呀！这个死蚊子什么时候落不好，偏偏那个时候落，而且还刚好落在陈乔木的脸上。唉，要不你就放弃你那个萤火虫项目吧，咱俩搞个简单创业啊，开个夫妻酒吧什么的。你瞎说什么呢？你是没有看到，今天的几万只萤火虫在空中飞舞，太壮观了，太漂亮了。这么好的项目，要是不做不就亏了吗？那要不放弃，那钱呢？钱，为什么人所有的梦想都要跟钱扯上关系啊？哎，你就放心吧，只要你听我的，肯定让欧阳来闪电般的对你一往情深，死心塌地。乔西恋爱法则第1条，偶遇。像偶遇这种不经意间的遇见，那胜过约会10000次了。那首词怎么说的来着？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天注定的最大哦。哥，你用脑子想一想啊！谈恋爱，你俩得谈啊！你俩连面都见不着，跟空气谈嘛。所以说呢，见面是最重要的。那怎么见面最浪漫呢？那肯定是偶遇呀。听我的，准备做。明天早上呢，你就在巷子口等着他，他一出来你就下车，装作跟他偶遇，然后陪他吃早餐，然后再送他去上班，再然后，事成之后，
生活费加倍。哎呦，谢谢亲爱的哥哥。欧阳来，欧阳来，哎呦，欧阳来！哎呀，发生什么好事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给我送早饭呢。快跑吧，快跑吧！还吃什么早饭？跑什么跑？怎么了？外星人打过来了？陈乔木打过来了，还是外星人？哎呦，啥？不，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就在巷子口呢，你自己去看。哎呦！完了，真的追过来了，这下怎么办呀？跑吧！往哪儿跑？我家窗户后面啊，想去哪儿去哪儿，爱去哪儿去哪儿。我帮你监视他，等他走了我给你打电话。啊！走吧走吧。没帮我关系。对。小心啊，小心啊！从这儿出去？对，小心！欧来，如果晚上他还在，你就还从这个地儿爬进来啊！你拿着走走。你不是每周日上午来吗？今天怎么来了？有事儿吗？没有妈，就是想你了。就你那点小心思，能骗得了我吗？说吧，什么事儿啊？是不是萤火虫基地出什么问题了？没有妈，怎么会？你都不知道萤火虫基地这个项目现在有多火，多少人等着给我投钱呢？我呀是在选投资的人呢。哎呦，看把我闺女给能耐的。妈，等我这个项目结束了，我下一个项目就是把你这个康养中心重新装修一下，到时候啊，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康养中心，这就是一个景点，所有来中国的外国人都要来这儿参观的。虽然说呢，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儿，但是呢，有理想总比没理想强，我支持。谢谢妈。小心。总的来说，今年前2个季度的成果是可喜的。去年正式成立的康养子公司，对省内8家康养机构确定了收购意向，目前已经和其中3家签订了收购协议书，预计能够在第3季度与这家机构正式签订协议书。环保产业方面，第1季度用扩大集团产业方面的同时，也和集团的支柱产业，也就是房地产产业形成了良好的内循环。房地产产业方面，建筑的废料怎么又来了？上吧，还是和昨天一样，他走了我给你打电话。我又得去哪儿啊？拜拜。拜拜。喂，哥，怎么样啦？没遇到。又没有遇见，明天继续。好。
行，走了给你打电话啊。这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有钱人心眼也太小了吧！我不会一辈子要从这里进出吧？他应该也不会等一辈子吧？喂，拜。喂，又没有遇见，对啊，没遇见他。明天继续。好，走啊！拜拜。陈小希，明天我要是再遇不见他，你莲花钱别想要。不行，我今天要从大门出去。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嘛。走吧，姑奶奶啊，走走，别冲动啊。哎，王小来，王小来啊！你上来，王小来。哎呀，我差点忘告诉你了，我有个朋友做风投的，我跟他讲了你的项目，他对你的项目很感兴趣，约了晚上8点在我酒吧。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么有实力的朋友啊？哎呀，嘿嘿，我这神通广大的，什么人没见过？你就说是陈乔木吧啊，天天在路口杵得跟路灯似的，他不一定敢把你怎么样的。哎呦，你说的对，我跑什么呀？我这就从大门走出去，我要直面惨淡的人生。别，冲动了，冲动了，冲动是魔鬼，缩头还小乌龟呢。别，喂，求求，别冲动，冲动是魔鬼啊！我行啊，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晚上8点啊，别忘了。你好，哎，说吧，你想怎么样？我刚好路过这儿，路过啊？没想到遇到你。连续5天，每天都是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任务，就算是你要演戏，得变一下吧？啊，你都知道了。对，我不但知道你每天来这儿，我还知道你每天几点来，几点走。大点声！要杀要剐随你便吧，我已经想清楚了，我实在是不想去翻那个窗户了，翻得我腿都要断了。杀什么剐子？不就是打了你2巴掌吗？你说吧，要怎么补偿你？除了赔钱，其他的我都可以考虑。要不我也打你2巴掌吧，咱俩从此以后就算两清了。行，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你来吧。手放下，拿啊！
你想什么呢？我收回刚才的话，除了赔钱跟其他的都可以。在你心里，我是什么样的？修几板天蝎服。大声一点！陈总，我错了。我是看你在这巷子里等了5天，想着长痛不如短痛，你要解决就赶紧解决，别让我这样提心吊胆的活着了。我这么可怕的吗？其实我过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的萤火虫基地进展的怎么样了。就这事儿？那好的不得了，好多公司要给我投资呢，我挑挑拣拣了一遍，差不多定了。啊，那还挺好的。哎，我可以帮你问一下，那些公司的实力怎么样？啊，这就不用了。那个陈总，我知道您很想给我追投，但是我是一个讲信用的人，既然已经跟其他公司说好了，就不吊您的胃口了。下次如果有好的项目，我们可以再合作啊。那晚上，晚上有空吗？干什么？可以一起吃个晚饭吗？不好意思，我今天晚上有事儿，今天不行。但是明天我有时间。Yes。哥，又没有遇到是吧？我都跟你说了，这人呐，一定得有恒心。明天。对，明天呀，你就继续。明天他答应和我一起吃饭。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哥？我是不是信号不太好？明天欧阳来答应和我一起吃晚饭，你快帮我想想怎么办？下一步。吃饭。太好了，哥，我就跟你说嘛，肯定会成功。那么第2步呢？糖衣炮弹。乔西啊，你能不能靠谱一点？你这个第1步你可坑死你哥了！什么1万次约会不如1次偶遇啊！我在人家门口傻等了5天，他看我可怜才出来的。你这种死缠烂打的招数谁不会啊？第1步那是一个意外嘛，你不得不承认效果很好啊。哥，你就信我嘛。第2步，一招致命。鉴于你这个好消息啊，我决定呢再去骑2圈。我先不跟你说了，哥。好。走吧。还得靠你啊，哥，以后弟弟赚钱了，绝对忘不了哥。啊，谢谢哥，谢谢哥。哎，拜拜。哎。一不小心啊，就把我这酒吧抵押了。王兰，你要是做不好萤火虫基地，我可得跟你拼命啊！不是说风投吗？怎么变成抵押了？能拿到钱就不错了啊！那全世界，就我能看上这项目，就我傻，就磕我一身瓜。你想想吧啊，你想想怎么报答我？你不行就那个以身相许吧啊！我怎么觉得狗哥他怪怪的呀？怪什么呀？怪也来不及了，咱合同都签了，啊！明天那个200万打到你账户上了，你现在就想想啊，怎么把这事儿做好。我不求你带我赚大钱，但求你把我这酒吧给我保。对呀，反正抵押的又不是我的酒吧。这么多钱，可以随便造。我先看看后天去坦桑尼亚的机票啊。
塔桑尼亚，干嘛去？反正有钱了，我要先去看看百万角马迁徙，然后去塔斯马尼亚看看极光，再然后去哪儿比较好呢？正好，正好。哎，我开玩笑的，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儿。哎呦，姑奶奶呀，你可别开玩笑好吗？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咱俩亡命天涯去。哎，谁跟你亡命天涯啊？明天陈乔木还要请我吃饭呢，也不知道他请我吃点什么好吃的呢。哼，你看你那样，啊，吃什么重要吗？你看你花痴样，带你吃树叶的你都开心。也是，人家是个高富帅，对我又一往情深，而且连续5天等着我，就是为了请我吃顿饭，受不了了。哎，我要睡觉，我要睡觉。欧阳来，你能不能有点出息？不就是吃个饭吗？睡觉。1251只绵羊，1252只绵羊，5642只绵羊，5643只绵羊，12702只绵羊。12703只，639只绵羊，640只绵羊，641只绵羊，642只绵羊，643、644、645只绵羊。哦，我要是有这么多羊就好了，能卖好多钱呢。陈总，我先上去，一会儿张经理带你去餐厅。我是来吃饭的，不是来购物的。我感觉这些都太贵了，我就不用了吧。啊，这点您放心，陈先生吩咐过了，只要是您喜欢的，通通由他买单。他买单，那我就更不敢要了。是这样子的，欧阳女士，即使您什么都不买，陈先生依然要支付我们服务费用。我看要不您随便买点什么？你们这怎么还强制消费啊？信不信我去消协告你们啊？我不要，我要，我要，我要。陈女士，你又是哪位啊？陈乔希，我是陈乔木的妹妹。哦，你说完来吧，你快去吃饭吧，这样就交给我了。好不容易让我哥破费一次，太高兴了。欧阳女士这边请。这些我更买不起了。啊，没关系的，陈先生已经吩咐过了。他又买断了是吧？对了，真是钱多的没处花了。他就是钱多的没处花。哎，我要，我要，我来，我来，你们走，你们走。
你们商场所有的东西，我都买不起，我也不需要。我们还是去吃饭好吗？我真的饿了。女士，我没有劝您买东西的意思。也许您说的对，刚才那些店都不适合你。但是您毕竟是去参加宴会，脖子上需要一些点缀，要不您拿条项链点缀一下？项链，自带。什么都没买啊？什么都没买，我对那些一点兴趣都没有。好，那我们去吃饭吧。你们吃什么呀？哦，都是一早上运过来的，有新西兰的鳌虾，还有渤海的带鱼，还有挪威的蓝色帝王蟹，香港的大蚌都很好，都很新鲜。陈总，其实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怎么了？你说。我对海鲜过敏。啊，这个，要不我们……哎，对了，我带你去吃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走。谢谢，给。谢谢。这家的3鲜饺子特别好吃，再配上独特的蘸料，绝对比你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要更有满足感。刚才我……刚才那个就算了，今天呢，就算是我请你，下次你再请回来。行。来了。吃饺子喝这个。这就是我说的独特蘸料。这么吃？不是啊，你学我。太香了。陈乔木，有句俗话说得好，饺子配酒，越吃越有。这两个简直是绝配，你快尝尝，你快尝尝。好吃。好吃吧？香吗？我跟你说。Whisky 可以把饺子的香味放大无数倍，再加上酒的层次感，简直在嘴里爆炸。好吃，是吧？哎，那个，你这个项链挺好看的。你说这个呀，是挺好看的。谁送给你？谁送给我的？我也不知道，好像就是在家里偶然发现的。我问我妈，她说她也不知道。不过你看这上面镶的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吧？估计就是谁来我家玩的时候扔在我家了，一摊货。那个看起来应该是宝石。这是宝石呀？对。真的吗？真的。哇，这该不会是我家的传家宝吧？可能是。挺好的，好好带着。行，捡到宝了还。看起来什么不记得了。你说什么？哦，我说这个，饺子配酒，越喝越有，来吧。哎，行，干杯！来。喝完了倒一点。欧阳小姐，要不我先把你送回家？不用，我家离这儿可近。真没事吧，欧阳小姐？真没事吧？我吐一下就好了，回去吧。罗阳南，怎么啦？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出大事儿了！你快开门！哥，快来试试我专门的解酒秘方，保证管。哥，你都这个点儿，怎么还这个样子？你昨天你到底你喝了多少呀？快醒醒！头要炸了！你不会吧？你这个酒量有点丢我们陈家人的脸面了呀！你过来干嘛？是这样的，既然呢我们这个第2步计划已经实施完成，那么我们就该实施第3步的计划了。英雄救美。这么苦啊！你不喝你别喝了。小希啊，你说你天天脑子里都想什么呢？啊，你这大学4年就教这个，啊？你听不听？我不听。不听我走啦。走吧。你说你这个糖衣炮弹啊，1炮都没打中我，啊？爱听不听，不听拉倒。哎，昨天那个消费啊，在你生活费里扣吧。陈乔木，陈强熙，你怎么这么狠心啊？我不是为了你我才出此下策的吗？哥，我昨天是为了试探小杨来嘛，我想看她是不是一个拜金女，万一她看上的是你的钱呢？不过呢，依现在这个情况，有2种可能：一呢，就是她是一个高端选手，她看不上；二呢，就是她作风朴素，她3观正。哥，不过啊，通过我昨天跟她小小的照面，我来判断，她应该跟我是一样的人。像我们这种人吧，我们不需要物质的寻慕，我们需要的是神圣的爱情。我看你就像个拜金女。说完了吗？说完你走吧。哥，你这次你必须，你得信我。你再不走，下个月生活费也没有。这古人留下来的东西，它肯定靠谱。英雄救美。2位尝尝看。好喝，比我调的好喝多了，是吧？嗯，我也觉得是。看我这么好的天资，没用上。整天跟他们一天在这打打杀杀的，浪费了。我就应该是像这种酒吧那个老板。哎，你这酒吧一天能挣多少钱？我这酒吧一天流水不到1万。1万？还不够咱们合同上写的给我还的呢。让我算算啊，1个月，1个半月，最多1个半月，你这酒吧就是我的了。那这合同当时也没怎么给我看啊。你没看？怪我啊？不是狗哥，你这样是违法的吧？要不然我们要报警了。报警？报啥警？我也没说话呀。我知道。你别打了，狗哥，我们把钱还给你，再额外给你点补偿，行了吧？来，喝酒，喝酒，喝完这杯，哥哥再给你们调一杯哥哥的拿手。让你喝酒啊？
我跟你们俩说啊，我的理想啊，就是开一个有自己风格的酒吧，给每天来的客人按照他们的心情调一杯他们梦寐以求的酒。你能补偿多少？5万。5万？哎呦，我都忘了咱们合同上写的这个利息是多少？5万，好像比利息少。小美女，逗哥哥玩呢。敢逗狗哥玩，你俩想死你！我看。你保大脸！那你要多少？你说个数吧。看来小美女还是个见过世面的。哥哥问你，你父亲是做什么的？还是你有一个富二代的男朋友？她男朋友是富二代。谁让你说？欧阳来。喂，陈乔木吧？是我。今天晚上12点以前，准备5000万。要现金啊！如果你还想让你女朋友活命的话，到时候我给你地址。你敢报警，你安排的。哎，我差点就误杀了我。我问是不是你安排的？肯定是啊，也只有你妹妹我才能安排的天衣无缝了。到时候呢，你就只要一挥手，所有的事情就都迎刃而解了，你就自然抱得美人归啦。你这样会不会吓到他？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哎呀，哥，你放心吧，我有分寸。看来这小子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咋了，狗哥？他很淡定啊。我看这小子都不是个老实人，这货保不齐在这吹牛。金毛，你知道狗哥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人称外号狗哥吗？那是因为我鼻子灵，我一闻就知道谁是有钱人，谁危险，谁没钱，谁是警察，谁是中餐，谁是午餐。看来这小子是个有钱人。那现在咋弄？
他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呗，给他时间，让他筹钱。OK， 我知道了。哥，准备出发。真的假的？你到底靠不靠谱啊？你不信我是咋的？我找的可都是文艺团的专业演员，绝对靠谱。赶紧出发吧，他们都在楼下等你呢。加油啊，哥！什么时候发信号了啊？咱们这样打下去，会白白死很多兄弟的。打开宫门就是信号。你能打开宫门吗？这个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太尉，你我联合，一举拿下欧阳浦，不行吗？欧阳浦征战一生，老奸巨猾。就算你我二人合力将他拿下，也是惨胜。我是担心呐，除了你我，还有黄雀在后。金毛，开慢点儿，别把后备箱的人颠死了。你叫我从饱汉叫。哎，狗哥，万一我在这万一我姓陈的不给钱咋办？5000万，为了个女娃，我又不是他妈，又不是他娃的。你说的对啊，大意了，大意了。这不正好，那小子换地址了吗？要不是这，一会儿再给我姓陈的打个电话，咱少要点儿。你傻呀，行有行规，这以后再让行里人知道了，咱以后还怎么在这圈子里混？宁可拿不到钱，也不能让人看不起，知道了没？我知道，我知道。喂，怎么样了？正好酒吧没有开门，我没有找到欧阳来。你说什么呢？你中午不是刚给我打过电话吗？没有啊，我们从中午就在这等着他了，一直没见人。这个帮我来一份。看这么晚了，想着收工呢，要不明天再来？你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是你们打的勒索电话，还能是谁啊？陈小姐，天地良心，你是不是找另帮演员？哎，付过定金我可不退啊！你们真的没有打？哎呀，打了我在这干什么呢？我们可是有职业操守的。完了完了，真的被绑架了！110，110，我要报警！我要报警！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subscribe。咋了？陈强路这小子还关机了，够狠！咋？看来他是要逼着咱们杀人灭口呢。姓陈的真的关机了。这明显是不想管了。那接下来咱咋弄？接下来怎么办？那就必须杀人灭口。啊？啊啥？你怂了？不是，狗哥，咱为了5000万，那杀人
而且是这2个水喽喽，要不咱再商量一下？我从早教到晚，你白教你了。我知道，行有行规，这事要是让同行知道，咱没办法在道上混了。宁愿拿不到钱，咱也不能让同行看不起。哎，这就对了。小美女，这次你把男人认清楚了吧？这可不是我们要害你，这是你男朋友就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儿。冤有头，债有主，啊，你记住了。这么年轻，是有点可惜了。金山，把这2个人埋了。不行，你不能杀我们！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闭嘴！再喊叫，我现在就办了你！金山，2人埋了。神仙叔叔，来救救我吧！我说好了，我现在有危险，快来救我吧！神仙叔叔，说好了，我危险，我来救你。快！你看前面都住了49个人，他怎么说？看不清楚，路中间怎么能有棵树呢？真是个人！他妈的，找死呢！过来，我弄死你！叔叔，神仙叔叔！下去弄他！赶快报警！打110，赶快报警！报警！都是你的好计策。哥，你不都听警察说了吗？我找的都是演员，他们没有一点黑帮性质的，他们真的以为在演戏呢。我也是疯了，相信你的话。哥，你说这话太伤人了吧？要不是我，你能救得了欧阳来吗？你是我的神仙叔叔吗？你到底是不是神仙叔叔？沈乔木，我们是不是在梦里遇见过？也许都是在梦里。小雪，你干什么？哦，我看欧阳来有没有事儿。欧阳来，你没事吧？正好欧阳来，你俩进来，录下口供。哎，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欧阳来了？哥，我可能遇到我生命中的白马王子了。哥，我可能要嫁人了，哥。我要离开你了，
我再也不能帮你出谋划策了，以后靠你自己了。我反对。不过说实在，这次的英雄救美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了吧？要不然你跟你那个小女朋友该多危险啊！这次金兵没有出现，也许你不会有事了吧？你说什么呢，哥？哎，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说你15岁那年遇见欧阳来，肯定是你做的梦啊。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那你遇见他的第2天，他全家都被烧死了。那现在，这会儿，坐在笔录室里录笔录的欧阳来，该怎么解释啊？就算是那样，他也不会对你一点记忆都没有吧？好不容易大难不死，应该去喝上一杯庆祝一下的，但是我这会儿真是一点心情也没有。喝酒啊？大爷，你是坐在车里，我是被绑在后备箱里。哎呦，我现在满脑的包，一说话就疼。山豪，你说陈乔木怎么知道狗哥绑架的咱们？他又是怎么知道狗哥的路线的？不行，我现在不想动脑了，疼。我以后肯定不能接触这种乱七八糟的人了。你不就是乱七八糟的人吗？行啊，我乱七八糟，我是商人，我是酒吧老板，我是正经良人啊！哎，得了吧，要不是你这个搅屎棍 Q 陈乔木，咱们能被绑架吗？我都不想说你。那行，这怪我了。行，那要不是你那萤火虫基地，那我能把我的酒吧抵押了吗？啊？那我是为谁呀？那我是为你呀？那我是干嘛？行，吗？我是行，那这2碗记我账上，行了吧？我请。那本来就应该你请啊。正好，你说陈乔木怎么就那么突然，刚好出现在车前面？啊，对，他就是从小你就梦到那个神仙叔叔，啊，只要你有危险他就出现，行吗？快别跟我说话了啊！你让我吃完饭我要回家睡觉了。这次收购计划的泄露，直接影响了那3家康养机构的收购意向，对另外5家机构的洽谈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集团之前对这方面很看好，投入也很大，一旦收购失败，整个集团的现金流都会受到影响，环保、房地产也都正处在扩张期。一旦资金链紧张，整个集团就会错过最好的发展期，市场信任度、占有率都会遭到不可避免的打击。所以我们现在必须重新调整收购方案。大家先休息，2个小时后继续开会，尽快做出新的方案。于秘书，帮我约一下理由。陈总，要不是他的背叛，我们也不会身处险境。他其实很清楚当叛徒的后果，我觉得他肯定不会见你。我已经让法务联系过他了。先让法务停一停，他肯定会见我的。你就跟他说老地方见，但咱们的方案不能停，2手准备，这样才能赢。好。他就是从小你就梦到那个神仙叔叔，啊，只要你有危险他就出现。
难道我的梦都是真的？陈乔木真的是神仙叔叔？这世界上真的有梦想成真的童话？不行，我得去试一试。别傻了，梦就是梦。就算是梦，我也要试一试。陈总，吃点东西吧。跟李由约好了吗？已经约好了。一开始他不同意，确实是我一说老地方，他就同意了。几点1个小时后。验证你是不是神仙叔叔的时刻到了。哎，春日哥，我拉点气了。我跟你说，等你好久了。我找陈乔木。不可能！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华山派传人，我也进去看人可准了啊！你先放开我，我真的找陈乔木。哎，你别动！你放开我！哎。陈总，你救我！欧阳小姐，请把你的安全带系好。哦，好的。我知道一个特别适合骑行的地方，刚好在我进站的路上。我把你放那儿，那里风景还可以。嗯，好。这里的风景是不是很好？很多骑友啊都在这儿流连忘返，特别适合骑行。你要是想往上走啊，大约20公里。我在那儿谈事儿，结束了咱俩可以一起吃饭。你要是想回城呢，就往下30公里，一路下坡。哎，对了。你下次骑行啊，一定要做好防护，好好享受。风景是挺好，我又不是来看风景的。陈乔木，你个傻子！我的面膜，我的皮肤管理，我的钱包全都白费了。李叔，很久没来这儿了吧？还是别叫我李叔了，像在公司一样，叫李总吧。叫了您那么多年李总，反而叫李叔还不太习惯。不过毕竟您是跟我父亲扛过枪的老人，还是叫您一声李叔吧。哼，你爸最近怎么样？还行，身体虽然不太乐观，但是他也没有那么轻易倒下。我这辈子最佩服2个人，一个是你爸，一个是你。想当年，
你爸从一个农民工干到了地产大亨，在最叱咤风云的时候自首了，这格局太大了。再说你，自打接手了麦集团，那只留下了麦集团名字这3个字啊，把你爸留给你的一切全都变卖，捐给了慈善机构。这种魄力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那是想都不敢想啊。再说眼下，你比你爸做得更风生水起，哎呀，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李叔，要不是有你们帮衬着我，我也不会有今天。乔木啊，哎，我是真没想明白，你说你有那么好的基础，为什么要重新开始呢？我跟您说了，我爸留给我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和企业，而是思考跟勇气。这就是我当初捐了麦集团所有东西，我爸听了之后没生气，反而更开心的原因。是啊，这就是差距啊。这世界上，也许就你爸最理解你。能和你们这样的父子共事10几年，那是我的荣幸。可李叔，您这次的做法，我不太懂，您多指教。指教谈不上，只是这些年啊，我慢慢发现，我就是再努力，用尽了我的智慧，哎，那结果呢？结果也只是得到了你们父子的认同啊。我也是有思考、有勇气的人，我不想就这么平平淡淡在大树下老去。谁不想生根发芽呀？可您现在的做法，更是想连根拔起，取而代之，像是宣战。有点儿。李叔，我想您应该知道“根深蒂固”这个词的含义吧？万一没成功，很可能就一无所有。乔木，你觉着我会没有想到吗？啊，只是到了我这把年纪，回首一生，居然没有一次轰轰烈烈、不顾性命的战斗。面对你这样的对手，输了又怎样？万劫不复又怎样呢？再说，这次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看来您这次是铁了心了。只是想年轻一把而已。好，那就祝李叔玩得尽兴。我肯定是尽兴了。不，是咱们玩的都尽兴。至于你嘛，哎呀，用句老话，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明白。李叔，您肯定不打无准备的仗，咱们战场见。乔木啊，不管谁输了，啊，都一定要请对方在这个地方喝一场大酒。那就请李叔准备请客吧。这不是老天给我机会吗？这场面跟梦里一模一样，
只是地点不一样而已。喂！你没事吧？你怎么骑这么快啊？你别动，一动不动啊！想起来什么没有？你过来。你脑子不会摔坏了吧？给你，拿着。想起来了没？嗨，我没事儿，就是我在排演我最近正打算表演的话剧呢，没想到你们完事儿这么快啊！哎呀，这个我骑的也挺久的了，天色也不早了，那我先回去啦。回去休息了，太阳这么大，别把我晒黑了，是吧？唉，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什么梦想成真，什么神仙叔叔，全是骗人的。梦就是梦，永远的梦。谢谢陈总，再见。哎，对了，嗯，记得还我钱啊！还你钱？你欠我的钱啊！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我明明借了你200，你说第2天还我250，你说250太难听了，就还240，一晚上就挣40，没错吧？哦，最近我也是有点忙，没时间管你要钱，下次还给我吧。再见。站好，站好，站好！哎，来了！快点，站好！快点儿！哎呦我天！站好，我跟你说，他真的是神仙叔叔。神仙叔叔？陈乔木。陈乔木？对，就是之前我跟你说的，我做的那个梦，你知道吧？就是之前啊，你梦里梦见那个神仙叔叔是吧？对。啊。不，怎么可能是他呀？哎呦！千真万确，他就是陈乔木。你呀，就别白日做梦了，行吗？哎，那是我限量款饮料，你放下。这，放下。哎呀，饮料又是拿来喝的，又不是拿来看的，真抠门。
我的宝贝儿啊，哎呀，居然是陈乔木，居然是陈乔木。可是他为什么？怎么会？哎，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是有一种丧尸病毒要泄露了，你该不会是又变态了吧？啊，哎，我看你找打。行，那你跟我说说，好吧？他怎么就是你那个就永远都不会变老，然后还是总在你梦里出现那个神仙叔叔啊？你听我跟你说啊。你能别这样了吗？我求你了，行吗？你再这样我报警了啊！我也不敢相信。你说，我这样算不算是我赚大了？你说你刚刚你说那些，你信吗？我信。他昨天来救我们的时候的那个样子，跟我梦里一模一样。还有他之前说的话，我梦里也都听他说过，肯定没错的。也就是说，你梦见过这个是吗？但是现实跟梦境中出现的事件、人物啊，出现一样也很正常啊。有科学家研究过啊，一个人脑电波会影响另一个人脑电波，也就是说呢，你总想着一件事啊，你这个梦就会传给别人。哎，对对对，去年咱俩也梦过相同的梦，对吗？难道说你也出卖我吗？那不一样。不一样？我怎么不一样啊？我到陈乔木就是梦想成真了，到我就是不一样了，是吗？我跟你讲，陈乔木就是运气好，找一堆群众演员来配合他英雄救美。我什么年代了，英雄救美啊？俗不俗啊？武侠小说看多了吧？啊！我天！我跟你说，我要是……你的意思是，欧阳来知道你曾经回去过的事儿？有可能，但我也不确定。那你得去确定一下呀，你去问问他，问问他，不就什么事儿都迎刃而解了吗？对不对？哎，再说没准是个好事儿，你不用去救他了，对吧？你之前不是告诉我，不要轻易改变任何事情，包括一个人的回忆吗？如果他没有这段记忆，我强行把他唤醒，那这样时空的轨道会不会因此发生变化？我这不是替我兄弟操心吗？谈个恋爱挺不容易的，紧张了。你做的特别对，没有问他，是正确的。如果你要问了他，结果没准就改变了，那反而就不好。但是，如果是他自己想起来的，那就是既定事实，哎，跟你没关系了。时空这个事儿吧，我自己一直都不相信，我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我凭什么说服他呢？我觉得你倒是不用纠结这个事情，啊，没准不止你一个人。什么？我的意思是，没准我也是穿越来的，是吧？他也是穿越来的，大家都是穿越来的，好多穿越来的人，可能有很多特例都跟你差不多呢，是吧？哎呀，地球上的事情是很神奇的，都说不清楚的。比方说，今天你出门，要遇见什么人，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一定全都清楚嘛。最重要的是你现在能够爱护他，能够呵护他，能够保护他，这才是重要的嘛，对不对？是这样。哎，
但我总会担心，是不是因为我的出现，欧阳来才会一次一次的这样受到伤害？但我又舍不得，在他本该遇到我的时空里，没遇见我而孤单。你这个样子看我干什么？啊，我看我兄弟这个大情主，越看越顺眼。哎，我要是个女的，我就嫁给你。你要是个女的，浓眉大眼的也不错。那明天去泰国加工一下。走呗，谁怕谁呀？走吧，我让于秘书给你订票。走，订呗。啊，走走。哎，于秘书，那个给王玲订一个票，飞泰国。明天一早就可以。不，哎，去泰国这种小事可以回头再说吧。啊，我不去了。哎，这之后再去。哎呀，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解决你的事情嘛，对不对？把你的事情交给我来做，你放心，好不好？你真的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肯定知道啊。你还是说说吧，我不太放心。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啊，那么大的公司，都能交给下面的人去处理。哎，你这么小的事情，你自己的兄弟你信不过？你无非不就想让我去旁击侧敲一下欧阳来，看他是不是真的知道这件事吗？对不对？行，这仗打完，送你去泰国。泰国就不用了，但是3台仪器还是可以有的。都有。欧阳来，你怎么在这儿？这不是张豪家吗？是张豪家呀，你怎么来了？那你怎么睡在这儿啊？我怎么睡在这儿？对啊，我怎么睡在这儿？哦，我刚才好像跟他说话呢，说着说着我就睡着了。张豪在吗？张豪，好像出去了。你俩住一起？说什么呢？我俩可怎么可能住一起？我住他隔壁，他这狗窝住得我浑身不舒服，回去得好好洗个澡。那行，反正张豪也不在，要不我去你家走走？你别磨蹭啦！你要是真喜欢我哥，你要是不想在我哥的众多追求者中昙花一现，那你就让我赶紧去，要不然你会后悔的。什么昙花一现？什么后悔？说清楚。还有什么要说清楚的呀？你不知道吗？像我哥这样的钻石王老五，那他身边的姑娘可是像飞蛾一样会扑上去，乱花渐欲迷人眼啊！这个道理你懂吧？哎，但是你有我在，你放心，稳操胜券。行，走。哎，你是不是也有什么事要求我呀？商业交换嘛，我也稍微打听一点张豪的事儿呗。行。
他只要想睡好觉的时候，他就会不自觉地想到你，从此他就再也离不开你了。这叫做攻心。欧阳来，你怎么来了？我知道你现在很多疑问，不过没关系，跟着我来就好。你逮我干什么？这是艾草，用来给你艾灸，帮你入睡的。艾灸的好处可多了。来，我自己去。别说话。只要用它，在你的百会穴、太阳穴、安眠穴，这样灸上一圈，你马上就可以做一个好梦啦。来吧。忍一下。哎，大伙儿手上的工作都停好，车总给咱送福利来了，来，都过来吃西瓜来了，赶紧赶紧，来后面的，都往过来走，来。董事长办公室请听，董事长办公室请听。办公室，赶紧救火！着火了，你要救！来人呐！哇！哎，别冲进去，别冲进去！你要救！来人呐！着火！快！来人！救火！救人！不要气馁，昨天可都那样了，我哥都没有发火，说明他对你的行为是认可的。继续加油！你怎么又来了？快过来躺下。我不艾灸了，我昨天差点感冒啊。不艾灸，今天不艾灸了。来，别走嘛，过来。你干什么？针灸啊！哎，你放心，这次绝对没有烟。我知道没烟，但是有血。出针刺于体内，乃曰天才；少停进针，刺入肉内，名曰人才；再停进针，刺于筋骨之间，名曰地才。此乃级数。就当比之，刺之药，气之有效；用针之法，后气为先。气速至而速消，气迟止。憋了很久吧？你放心，虽然入针的时候可能会短暂的疼痛，但是很快你就能入睡的。拜拜。你真的会吗？放心，没问题。
让一下，让！一会儿，让！等一下！进去看看。我不可，我今儿刚给人倒了一身水，你现在让我进去你，哎呀，我进去。我也不敢进啊！你看，里面叫的这么惨啊！我跟你说，我们家过年杀猪死的时候都叫的没这么惨。你听，真的呀？真的，骗你做甚了？哎呀，万一其实陈总很享受呢？我要是进去，不是就打扰了吗？你说这个，叫的这么惨还享受了？没声音了。哎呦，幸亏啊，刚才没听你的。针灸刚入针的时候啊，肯定有点疼。咱们陈总这人啊，敏感，怕疼。哦，行了，都散了吧。走啊，散了。哎，走。女秘书，那个，快打120，快打120！陈乔木面瘫了，还口吐白沫，怎么办呢？啊，快打120呀！你们，来，赶紧的！醒，陈乔木，醒！醒了，他醒了。大夫，谢谢你啊。以后啊，千万要记住喽，要针灸，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一定。再不要胡闹了。还有你，哎，你真敢下手啊！你知道不知道？扎不好是要出人命的。对不起，我错了。针灸啊，它博大精深。你一个小女孩，你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想扎就扎呢？针灸啊，有很多讲究。出针，次子皮类，乃曰天才；停经，针次子肉类，是曰人才。这个挺进停进针刺之筋骨，名曰地财。此处急处就当补之。刺之药气之有效，用针之法后气为先。气速至而速效，气迟而不至。你看看，理论过关了，它没有用啊，那都是表面的功夫。对，好了，我走了。大夫，谢谢你。谢谢医生。对不起，陈乔木，对不起，你别生气了嘛。对不起，我错了。真的吗？我这一周有特别重要的事儿，你等我忙完的，等这周过去，你想怎么折磨我就怎么折磨我，行吗？我也就是想帮你。谢谢。怎么样？
这几匹马都是我的，也是你的。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我哥呢就跟这好马是一样的，征服我哥是困难的，征服一匹好马也是困难的。等会儿你试试就知道啦。但是我一直都不觉得你哥是那种花花公子类型的，让我用这些招真的有用吗？这个我可以给你保证，我哥他肯定不是花花公子。但是，你知道我哥身边现在有多少对他图谋不轨的女孩吗？我怎么觉着，要是他真的喜欢我，那我这些招不光没用，没准还惹他生气呢。欧阳来，你不会是古代穿越过来的吧？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真以为纯情能够抵得过你对手的攻势加实力加各种妩媚的不要脸的攻击吗？你还记不记得你在顶楼餐厅见到的那个女孩，何天天呀？谁啊？就是那个特别能吃，然后还一直爱说的人，怎么吃都吃不胖，气死人！他怎么了？我哥这次打仗，可能还要求着他家现金流呢。难道你哥要为公司出卖色相啊？这可就难说。不会吧？陈总，不舒服吗？感冒了还是那天下雨淋到了还没好？没事，你继续。啊，何总那边打电话过来问，用不用联手干掉李游？算了，何总家那个何天天啊，话太多，饭量又大，他唱歌还难听，我实在受不了。你就跟何总说，咱们暂时还应付得过来。好，算了，我自己打吧。你先出去。啊。是他们骂我。像何天天这样的女孩多吗？没几个吧。没几个，没几个是几个呀？我可不是这帮人的对手。不要慌，虽然呢你表面上的实力比他们差点，但是可他们都不知道事情的本质。什么本质啊？那就是我哥的调性啊！你又来了。乔西恋爱法则第2条，打圆。打圆？我可打不过那帮女孩身后的钱袋子。我没说让你干这个呀，我的意思是，源头的源，不是援助的援。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每次都这样，你要再这样，以后战壕的事儿我也给你打谜语。哎呀，别！哎呀，不是，其实很简单，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哥呢，在这个世界上最在乎的人就只有2个人，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我妈。现在你已经把我搞定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我妈了。所以说，接下来得先搞定阿姨。对啊。我告诉你一个我哥的小秘密吧。其实呢，我哥小时候有一次差点自杀，但是最后阴差阳错的没有成功。可是自那之后，他就把所有的情感都寄托到了我俩身上。你想想嘛，如果我和我妈都把你当成自家人的话，那么岂不是我哥再不喜欢你的？你说什么呢？战壕还不一定喜欢你呢。哎呀，我胡说的，行了吧？我哥肯定喜欢你。我的意思是，加上我跟我妈的加持，那不就事半功倍了吗？那要怎么样才能让阿姨喜欢我呢？放心吧，我来安排。走吧，你再跟我跑2圈去，就当是征服我哥的预演了。走。好。慢点啊。
我昨天可是跟我妈说好了，笔摸左脸，条摸脖子，碗就摸右脸。你看其他3个人一听牌，就立马给我妈打暗号。记住，记住，记住。不行，我还是得先试试。5笔，4、7条，3、6、9万，3、5饼加2、8饼。哎呀，谁家牌能胡这么多？也是，算了算了，要是真能胡那么多，那就不用管了。记住啊，这次牌局的意义重大，可千万不能让我妈输。都无间道了还能输？你放心吧。行吧，你加油。我去外面呢，帮你拦着点服务生。你进去以后啊，就勤快点。你能不出来就别出来了。记住，一定要赢。明白。去了啊。怎么还没开始你就回来了？你也太怂了吧！不是乔西，你一直告诉我怎么无间道，但你没告诉我哪个是你妈呀？哦，对对对，我忘了。就亭子北面那个，坐北朝南，短头发那个。对，记住，这次牌局意义重大，可千万不能输啊！万一输了，那后果……放心吧，啊，没问题的。按正规打是吧？是啊，认赌服输。认赌服输。好，来，开始啊，开始吧。姐，发，痛吗？方法。腰膝。5笔，服了，单调5笔。韩琴，说话算数，愿赌服输，算数啊。哦，我们走了。嘿嘿嘿。等一下，就打1把。小姑娘，高手对决，1把就够了。再说，我们这些人哪有打牌的闲情逸致？我一会儿还有一个新产品的新闻发布会。他俩呀，一个晚上有自己的画展，一个飞汉诺威音乐学院讲课，哪有时间呀？走啊！汉诺威是哪呀？英国吗？汉诺威在德国。小姑娘，别玩手机，多看看书。行，走吧。再见。再见。哦，哪天约着喝茶。怎么样？怎么样？赢了没？赢了没有啊？他让我出5筒，结果放胡了。欧阳来，咱俩不是对好了吗？怎么回事啊？是说好了呀，谁听什么牌，我就打什么暗号。结果我刚一打暗号，
阿姨就出了。妈，你按照他的暗号打牌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打的暗号是别人要胡的牌。哎呦，是这么个计划啊？我怎么给忘了？我弄反了，我老糊涂了。没关系啊，财去人安乐啊，下回就记住了，没事。你是叫那个什么来什么来？阿姨，我叫欧阳来。对了，你上次就是乔西跳舞那会儿，你把乔木打了是不是？阿姨，就是这个是没事，打得好，男孩子就是打出来的，是吧？完了呀，完了呀！这个是我下半年全部的零花钱，你让我怎么活呀？哎，乔西，你这太夸张了吧！1把牌而已，要不然我赔给你。你根本就赔不起。多少钱我还能赔不起？300万。300万？嗯。阿姨，你跟我开玩笑呢吧？逗我的吧？1把牌300万。嗯。只是阿姨最近手头有点紧，挪用了我女儿的零花钱。妈。阿姨，你们这是赌博，是犯法的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阿姨没赌博也没犯法，这300万啊不会落入我们任何一个阿姨的口袋里，我们也不会拿1分钱的。不是，什么意思呀？不赌博不拿钱？行了，傻孩子，坐下，阿姨慢慢跟你说。是这样的，前段日子呀，我们4个好朋友知道疗养院要募捐一批医疗仪器，我们都想做好事，但是呢，又不需要那么多仪器，我们又不能平分，所以我们就出了这么一个主意：组一桌牌局，认赌服输，谁输了谁捐款。募捐医疗仪器啊？嗯。那您刚才是故意输的？嗯。你故意输的呀，妈。对呀。300万的医疗仪器。嗯。哎呀，就是把我女儿的零花钱给输出去了。妈。嗯。喂，乔木，怎么样？哦，你说那事儿，我去的时候啊，西西跟来来已经在一块儿了。我看他们俩在一起，我就没敢多说啥，啊，就打个招呼就走了。乔西，啊，那她是你妹呀，对吧？你心里想啥，她不明镜似的，你肚里蛔虫吗？她只会添乱。你跟来来这种情况，是不是你们俩回到之前你们发生过故事的那个地方，再找一下回忆？这是不是对你们这个情况比较好？啊？我看人电视剧里面都这么演的啊，我不知道，我瞎说的。也行，但是今天是我跟李由谈判最关键的一天。这时间只有1个小时啊。哦，对啊，这还是你的大事儿。哎。那你说，吃个饭的话用1个小时时间，会不会有点局促呀？1个小时还行，也还行。哎，那要照我意思，那就得去，不用去别的地方。
哎，就去端铝门那家。你想啊，男人一手抓事业，一手抓爱情，哎，帅啊，魅力啊，两手一把抓了。可以。你要说对的话，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哎，你今天忙，我帮你练小杨来，怎么样？交给你了，兄弟。没问题，没问题。哎，但是有一点啊，我要跟你说清楚，寸步不离，贴身保护，护花使者。啊，一定要听王博士的悉心教诲，知不知道？王博士知道了，啊。又要开工了，兄弟。喂，来来，哎，那个乔木今天约你吃饭啊？陈乔木找我吃饭？啊，时间地点我都翻你手机里了，你看一下。哦，我看一下啊。哎，王玲，平时这不都是于秘书做的事儿吗？今天怎么轮到你来带班了？今天公司有大事儿，上上下下的人都忙得很，啊，我呢就是临时客串一下，生活秘书啊。哦，那他这么忙，还有时间跟我吃饭吗？那看你说的，那跟别人吃饭的时间没有，跟你吃饭能没时间吗？这时候正是体现男人魅力的时候，多帅啊，是不是？他怎么知道我爱吃什么呀？哎，你看你说的，那你喜欢什么他不清楚啊？那就是你的秘密宇宙。你到时候按时按点去啊，你可别迟到了。好吧。哎，对了，还有一事儿啊，你到了之后，先在饭馆马路对面的那个路边稍微堵他一下啊。为什么？那我哪知道啊？那这是不是要给你什么惊喜似的，对吧？那咱说不好，你可别跟他说是我说的啊，这个，到时候收高密。哦，好的，谢谢你，拜拜啊。哎，陈乔木，你越来越像我的神仙叔叔了。老高，现在是萤火虫繁殖的季节。我记得小时候这一边大片大片的全都是萤火虫，现在怎么感觉都没有了？这个问题啊，我也一直在考虑。后来我发现啊，城市扩张越来越快，咱们这儿啊离城市太近，不利于萤火虫的繁殖与发展。那照你这么说，我这萤火虫基地不是就完蛋了吗？没你想的那么悲观。最近啊，我订购了一批蜗牛，含有蚯蚓，我们可以先试一试。另外呢，我也做了一些了解。目前咱们这个地方呀，还没有什么项目在这儿建设。那好吧，希望这些蜗牛跟蚯蚓可以留下萤火虫。上一次陈总那3万只萤火虫，虽然只活了一部分，但就这一部分，给咱们也吸引来了大量的年轻游客。有在这儿拍照的、写生的，还有在这儿露营的。只要咱们乘胜追击，多培育一些萤火虫，把这儿的基础设施呢，给它再完善完善。我想明年的夏天，你肯定就盈利了。到时候，一到夏天傍晚，芦苇荡里全是成片成片的萤火虫。我们到时候在那儿挂上星星灯，那边再修上一排星空小屋，那该多浪漫呀！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没钱啊！这句话呀，算你说到点子上了。陈乔木的实力那么雄厚，这点钱对他来说9牛1毛。你呀，可以再动员动员他，给咱们再投点。
老高，我可警告你，别打陈项目的歪主意。以前他是投资人，我们还能就事论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欧阳来，欧阳来，小溪，来尝一尝。这是什么？尝一下吧。怎么样？好喝？真的好喝吗？这个可是我自己磨好的，然后冷萃出来的。你说实话，真的好喝啊？那行，那到时候就等你这个萤火虫基地营业之后，再配上我的咖啡，就叫萤火虫咖啡。我们先定一个小目标。停！你不是学的舞蹈专业，然后进修心理学的吗？怎么还研究起咖啡了？这你就不懂了。我可就是从我的心理学和我的舞蹈中才悟出来如何做一杯好咖啡的。你就扯吧你！哎呀，我说的是真的，你怎么不信呢？你不知道我为了做这一杯咖啡，我费了多大的劲儿。我先是挑选了60、70种的咖啡豆，然后呢，再用10几种的水去冲泡，再反复实验它的配比、温度，才做出来这杯冷萃咖啡。可是花了大价钱的好吗？有钱真好啊！我要是像你这么有钱，我的萤火虫基地早就风生水起了。哪像现在这么可怜，连买个蜗牛、买个蚯蚓的钱都没有。这还不简单？走吧，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去。你先说见谁？哎呀，你跟我走就知道了。上次张豪也说带我去见投资人，结果呢？哎呦我的天哪！我到现在都属于心有余悸。我可不敢再随便见人了。我你还不信吗 ？No， 不信。走啦，跟我走。哎。小溪，这不是普通医院吧？当然不是普通医院啦。我悄悄告诉你啊，能住在这里的人，那可都不是一般人。又不是一般人。上次张豪给我介绍那个也不算一般人，结果把我害得有够惨，我到现在都还十分害怕。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吗？我哥在这个世界上最在乎的人是，一个是你，一个是你妈。对，显然呢，你已经把我们母女俩都搞定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哥还有一个最害怕的人，那就是令尊。bingo。乔西，算了吧。你看我跟你哥还8字没一撇呢，就把你的父亲母亲都牵扯进来，我觉得这万一什么呀？没有万一。如果说我们一家3口都喜欢你，我哥还敢不同意吗？除非是你不喜欢我哥喽。不是，就算这样，那也不能在这么不合常规的地方见面吧？擒贼先擒王，我们走。乔西，我还是不去了吧，我有点怕。怕什么呀？都到这儿了，干嘛不进去啊？主要是我跟你爸也没有见过，而且我进去说什么呀？我跟你哥也还没正式确定关系呢。我爸又不是老虎，你就进去呗，你就进去跟他聊天就行了呀。你就聊怎么认识我哥的，聊聊你的萤火虫基地，聊什么都行嘛啊。哎呀，你都到这儿了，你再不见，那我怎么跟我哥和我妈解释嘛？你就当见一个孤寡老人，行不行嘛？我跟你哥还约了中午一块吃饭呢，那个要不然这个，我就实话跟你说吧，我之所以逼着你来，是因为半个月前我爸查出癌症了，而且还是晚期。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多少时间能坚持，他肯
肯定也熬不出来跟我们团聚。而且他的病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妈和我哥都不知道。我带你来就是想让他见见你，见见他自己的儿媳妇儿，让他不要留遗憾。如果说万一能够等到你们结婚，能够看到孙子的话，我想他应该可以安心的离开的。哎，乔木，到没到呢？我刚出公司。行，记住啊，护花使者，寸步不离。啊，知道了。陈帅，要是这样打下去，兄弟们可能扛不过明天。援兵什么时候到啊？听说王上那儿有5000精兵，要是能和我们一起作战，5000人呐！父王，3天之后我就是乔木的妻子，这种时候不相信他，还能相信谁？王城内不是还有5000精兵吗？为什么不派出去跟李由决一死战？难道你要我眼睁睁看着乔木送死吗？你懂什么？那5000精兵是我最后的家底儿，出去了万一有个闪失，那将万劫不复。万劫不复？若是陈麦书跟乔木抵挡不住李由，战死城外，那才叫真的万劫不复。你放肆！我们还剩多少人？能打的8000不到。怎么，就剩这么点人了？我怎么看着不像啊？陈帅，兄弟们伤得多啊！唇亡齿寒。要是陈麦书跟乔木他们，我们又能有什么好下场呢？父王，我真的不明白，到这种时候你还在犹豫什么，担心什么？我在担心陈麦反水。什么？陈麦反水。报告陈帅，援军离城30里，明天必到。再说一遍，援军离城30里，明天必到。这就好，我们扛过今晚，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幽州。30里，应当不足30里，援军正在休整，明天准备从3个方向发起进攻。不可能！陈麦书怎么会反水？他怎么会跟李由一样？早就有人让我提防陈麦，功高盖主，拥兵自重，早晚必犯。
早晚必反。父王，你既然早就知道他有这样的心思，为什么还要让我嫁给乔木？父亲，您在想什么？成败就在此一举了。叫起士兵，准备迎战。他们才休息了2个时辰不到。他们才休息2个时辰不到，那李由的兵不也一直没有休息吗？可是什么？你以为李由不知道咱们援军的位置吗？你觉得李由会等到天亮让我们里应外合吗？李由今晚必定孤注一掷，能不能活到天亮都不知道。陈帅，这几日李由并未全力进攻，并未下死手。其实他是敬佩陈帅您。李由想策反我们，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的伤兵。但是如果今日把他逼急了，全力攻打王城，就咱们剩的这点人，怕是泥牛入海，连个水花也激不起来啊！陈文，你祸乱军心，我砍了你！我没有，我陈文从来不怕死，这么多年，我跟着陈帅，有曾退过半步。那你也不也不胡说！陈帅，这么多年，我们随您出生入死，不是为了春秋大义、名留史册，我们就想过个安稳的日子。可是这么多年，我们为了欧阳家，出生入死，征战南北，一刻未停。曾经跟随着咱们那些弟兄，现在剩下的不足100人，有些还未成家就。陈帅，陈文，起来！陈帅，死要死得明明白白。欧阳普如若开门放我们进城，守住王宫，我们不至于有这么多的伤亡。就算他害怕让我们进城，他手上还有5000精兵，为何不派出来与我们一起作战？说白了，他就是想看着咱们和李由打得2败俱伤啊！陈帅，起来！陈帅，如若不是咱们手中有这些兵，谁会把咱们放在眼里？乔木，父亲，今晚无论你用任何方法进入皇宫，告诉大王我们的援军就在20里外。记住，一定要让大王把宫里的5000精兵调到城外，与我们共同迎敌。成败在此一举。是，我这就去。乔木，父亲，你要记住，我们一家人与欧阳家的性命，全记在你一人身上了。明白。父王，你同意我嫁给乔木，难道就是因为怕陈败树
没错，正有此意。父王是一国之君，所思所想，女儿或许不理解。但是，就算父王曾经怀疑过陈麦树，如今若是没有他跟乔木在城外苦苦坚守，我们又怎能苟延残喘至今呢？你大胆！父王胆怯。陈帅，怎么还没有消息？到底通报了没有？已经通报了，陈帅。我们也着急啊，我们也想跟您并肩作战，可是大王，你告诉公主了吗？早都说了，公主正跟大王求情呢。都什么时候了？快开门，我要面见大王，快点！陈帅，我们不敢开门啊，我们宁愿战死沙场，也不愿待在这儿啊。可是军令难违啊，陈帅。父王，要是乔木今天死了，我也不活了。奶奶，你干什么？快把刀放下！父王，我和乔木两小无猜，指腹为婚。若是他今天战死城下，我又有什么脸苟活在世间呢？你先把刀放下。父王，开门，派兵。我让你把刀放下，听见没有？父王，除非开门派兵，否则我一定死在你面前。你，来来，乔木，大王同意派兵了吗？同意了。走，快去开城门。乔木，订婚的时候，你给了我这块金牌，而且你说只要有这块金牌，你就什么都听我的。是。一定要活着回来，答应我。我答应你。父亲，陈文陈武，把乔木带走。是。父亲，你要干什么？我能干什么？为你打天下。陈麦已反，杀陈麦者，赏万金，封太尉。杀！杀！陈文书。来我。到底要干什么？我父亲到底要干什么？
骗我给你开了门。行了，你别，行了，陈乔木，诅咒，生生世世，你会眼睁睁地看着你爱人在你面前一遍一遍地死去，百世不得解脱。叔叔，爸，你这么凶干什么呀？他谁呀？他是，叔叔，我叫欧阳来。她是我哥的女朋友。哦，讲个笑话吧。什么？让你讲个笑话，不好笑走人。我忘告诉你了，每次我和我哥来看我爸的时候，都要给我爸先讲个笑话。为什么？这是开场白，我们的约定，不然我爸在这儿待着多无聊啊！你不早说，就随便讲一个嘛。你就随便讲一个，但记住不好玩，自己出去。这个电话。喂，没事。什么？啊，不用，谢谢你，再见啊。叔叔，你知道为什么哆啦 A 梦没有脖子吗？不好意思，还有个电话啊。喂，什么？买房？不需要，谢谢你啊，再见。我把电话关机啊，平时也没这么多电话。接着讲啊，好。那个，你知道为什么哆啦 A 梦没有脖子啊？因为他爱干净啊。那为什么爱干净就没有脖子呢？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兰博基尼。你换一个，我爸他没有看过机器猫。哦，换一个，再给他一个机会吧。有了。有一天，大象
出来上厕所没带纸，然后他看到一旁路过的小白兔，他就问小白兔：“你掉毛吗？”小白兔说：“我不掉毛啊。”于是大象拿起了小白兔，擦屁股。第二天，大象出来吃饭，看到一旁路过的小松鼠，他又问小松鼠：“你掉毛吗？”小松鼠说：“我不掉毛啊。”于是大象又一把拿起了小松鼠，擦嘴。这时候，小松鼠说：“你忘了吗？我就是昨天的小白兔啊！”哎呀，刚才吓到你了，叔叔给你道个歉。啊，叔叔没事没事。你是个很不错的女孩，只要是一般的女孩，早就被我吓跑了。哎，其实呢，我之前已经来过一次了，哦，什么时候啊？我怎么不知道？就是我把你们的泡馍打翻的。是你？真的多亏了乔西，如果没有乔西的话，我跟乔西他现在也成不了。我跟你说，陈叔叔，该休息了。哦，这是我未来的儿媳妇儿，我申请再多聊10分钟。10分钟？哎，行，那就10分钟啊。那我先走了。好。王小兰啊，你知道陈乔木为什么皮肤那么黑吗？小时候啊，掉进过粪坑里，哎呀，那叫一个臭啊，洗都洗不干净，到现在颜色还是黑的。你看我们俩，爸，你别说了，你又说我哥的糗事儿。叔叔，你这样说，女朋友都要被你说没了。哎，乔木，你怎么跟万来约的呀？我联系不上他。不可能啊，我约好的。我打一个试试啊。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任务完成了，走吧。完了！怎么了？啊！我跟你哥约好去吃饭的，这下肯定赶不上了。没事儿。喂，乔木。是这样，我跟乔西聊着就错过时间了，对不起啊。啊，没事，刚好下午也有事儿，我就先吃上了。那你忙，咱俩下次约。好，下次我请你啊，我请你。那再见。哎，你哥该不会因为我放他鸽子就生气吧？肯定不会的呀，我哥可是大老板，怎么会这么小心眼？走吧，带你去吃好吃的。这次就让你逃过。
喂，欧阳来是吗？对。我们是康养中心的工作人员，你的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啊？哦，我刚才有点事儿，所以关机了。什么都别说了，赶紧过来，你妈在抢救呢。我妈在抢救。李叔，往那边5米，我已经打好窝子了。您知道我要来啊，地方都帮我选好了。谁知道你要来？我只不过是给自己留条后路而已。那我这不是把你后路给占了？你运气好，而且聪明，知道能在这儿找着我。我喜欢聪明的人。还是这个地方好，有鱼路，肯定有大鱼。年轻人，话不要说得太满了。我钓了这么多年鱼，我怎么没看出来？李叔，您钓几米啊？钓底3米。3米？我看这个天气啊，钓2米就行。现在这个鱼啊，应该都在上层，要不您钓浮试试？乔木，我做生意不如意，钓鱼也可能不如意，但我就是不爱钓浮。我觉着钓底踏实。哎，那我钓浮。李叔，您那窝子帮我再撒2把呗。欧阳来，不会有事儿的，你别担心了。对，不会有事的。肯定没事儿，阿姨肯定没事儿。肯定没事。哎呦，李叔啊，秒切呀！我这2.0的子线，鱼不小啊，肯定不小啊，看来得换个更粗一点的。还是浮钓啊？几米啊？2米。运气好啊，年轻人。您那个饵料，您再帮我撒2把呗。我这鱼食当然好了，我看这儿的鱼啊，还就喜欢您这口。这里面有蜂蜜、麝香、青稞酒，7、8种东西，这都是我的独家秘方。我经常想，以后我要是不干了，我就去开发一款鱼饵，说不定也行呢。我看您那半天也没动静，要不您在我这钓吧，我把线给您换好。不用了，你这儿上鱼了，我那儿也就快了。这鱼呀，都是一群一群的。情况就这么个情况，让病人啊先休息，等情况有所好转，就可以推回病房了。明天起来呀，就跟正常人一样，啊。谢谢您。好的，好的。那医生，用不用去大医院啊？大医院，哼，我告诉你，当时如果去大医院，肯定来不及。像这种老年人的病，你到哪个医院，结果呀都是一样的。医生，您别生气，他第一次来，不了解情况。不过欧阳来，你的运气啊是真好，就这套 ECMO， 也就是体外呼吸机，前2天啊才运到中心，昨天才调试好，今天这不用上了。谢谢医生，谢谢医生。你呀别谢我，我觉得你更应该感谢那个捐助仪器的人。捐的，不是你们医院买的？嗨，买，你知道这一套设备多少钱吗？我们中心啊买不起。哦，那您知道是谁捐的吗？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呀？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不过院长那儿好像有。
我听说院长当时面向社会募捐300万换设备，结果第2天就有人捐了300万，好像是一个老太太替她儿子捐的。一个老太太替她儿子捐的？对啊，这个老太太说她儿子忙没时间，还说了什么挺奇怪的，说什么打麻将输了300万。哎呀，反正我也没听太懂。这样，我还有个会啊。嗯，谢谢。我妈，我哥。李叔，快帮忙！大雨！你没事吧？没事。好大的鱼啊，好久没见过了。是，李叔，您看这么大的水域，肯定有大鱼。我相信比刚才那条更大的还有很多。对，肯定有比这大的，但咱连刚才这条都没弄动，就别说更大的鱼了。鱼儿脱钩不一定是我们的原因，兴许还有其他的外部因素，也说不准。根据我对这儿的鱼情和天气的判断，还有您这独一无二的饵料，这绝对是无可代替的。一个败军之将，谈什么无法替代？李叔，胜败对您来说真的很重要吗？您是喜欢钓上鱼呢，还是喜欢钓鱼的这个过程？就算咱俩刚才把它拉上来了，不出意外的话，还是把它放生。对，鱼大了不好吃，而且费油。但是，我还是想能钓上来一条。那要是不放生的话，到最后这鱼算谁的？哦，哼，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哥可以呀，居然偷偷摸摸做了这么多小动作。真是你哥捐赠的？是啊，没想到吧？这个直男居然还有这一手，出事了。乔西，你得帮我一个忙。什么？我要向你哥表白。李叔，下次再一起钓鱼。下次还和我一起钓鱼？我刚才不是说了，无可替代。你不怕我釜底抽薪啊？这场仗啊，跟您打的虽然难了点儿，但是我明显感觉到我自己在成长，公司也在成长。如果李叔您下次还想再教我成长的话，我奉陪到底。我从来不在乎输赢，我只在乎过程。不过至少下次要等到李叔您伤养好了再战吧。英雄自古都是惜英雄的。乔木啊，我服了，心服口服。乔木，你厉害，我理由这辈子愿跟着你鞍前马后，把剩下的日子都交给麦集团。无可替代。无可替代。这个呢？哦，杨来，
你到底要什么样的告白啊？我给你准备了10几个，你一个都不满意，你是真的要把我榨干了呀？张豪哥哥，你真体贴。怎么样，弄好了吗？我觉得都不够完美。张豪哥哥，你放心，哪怕我今天晚上不睡觉了，我也一定保证完成任务。那你没有安排你任务吗？那我也必须要完成啊，为什么呀？因为我喜欢你，你暗恋欧阳来。那如果欧阳来名花有主了的话，那你不就顺理成章是我的了吗？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就说说而已，我也是为了欧阳来好嘛，是吧，张豪哥哥？哎呀，王良，你说1000年前，人们在仰望天空的时候，跟咱俩现在看的是一样美吗？还真不一样。告诉你个小知识，在古时候啊，星空离地球更近，所以他们看到的星空比我们看到的更美。那他们当时在想什么呢？他们当时大概在想，1000年以后，人们看到的星空是不是跟我们看到的一样美呢？哇哦！循环，没错，就是循环。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吗？宇宙有循环的规律，人把时间这个概念创造出来，也是为了循环。你比方说，一天，一天又一天，一年，一年又一年，一生，一生又一生，一世，一世又一世，直到百世。时间真的很神奇。你干嘛呢？你要作诗吗？你离我那么远，我什么都没听见。你快坐来喝酒吧，我就随便说一说。你看你，快过来喝酒。无语。我要郑重其事地告诉你，研究科学的尽头，就是寂寞且孤单。那就是长生不老呗。哪有什么长生不老，那都是人们瞎说的。再说了，如果真的有，咱们抛开一切，只说一样，就说爱情。啊，人要从相遇到相知，再到爱人的逝去，再循环，再到相遇相知，再到爱人的逝去。有多少人能承受得了这种痛苦呢？你好像活了1000年。没错，我就是活了1000年呢。哎，你怎么知道你没有活1000年？行了，你又开始讲这套理论，我就跟你随便说说，你这跟我说出这么大堆，我一句都没听懂。哎，咱们说点实际的吧。行。欧阳来今天为什么没有来？明明你都跟我约好了。
啊，我也挺奇怪。那我都已经约好了，那欧阳来为什么没有来呢？那是不是不爱你呀？爱你啊？啊？欧阳来爱你？那怎么可能爱我呢？哎，别！哎呀，他怎么能爱我呢？他爱你，爱你。戴个小眼镜。他爱你，爱你，他爱你，爱你。你劲儿太大了，下次你打我的时候稍微轻一点，我承受不起呀。你说，这个欧阳来是救我的那个小女孩，还是我穿行救下来的欧阳来？又或者说，他只是一个单纯的欧阳来？你有没有发现，你刚才一口气好像说了3个时空里的3个欧阳来？3个时空啊？哪3个时空？先是救你的欧阳来，紧接着是你救的欧阳来，第3个是约会没来的欧阳来，是不是3个？那意思也有3个我。啊，还有至少3个我。我不是之前跟你说了吗？在平行时空的理论里，人只要每做一次决定，就会产生一个时空，那就是说明有无数个时空，也就是有无数个你、无数个我和无数个欧阳来。那为什么我只见过3个欧阳来？你庆幸吧，你见过3个欧阳来，我只见过1个你，也只见过1个我。我要是见过3个，就能证明我一直信仰的理论那是对的，我得有多高兴啊！我一直在想，我之前经历的那些事儿，它到底是梦境还是真实的？如果它是真实的，那我怎样做到来去自如的？难道我有超能力？你还灭霸呢？你超能力？我告诉你啊，我只是一个学物理的，啊，毕竟这个特异功能这一块已经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了，你懂吧？我觉得欧阳来只有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会穿行，又好像是说，只有我才能救欧阳来，又好像只有欧阳来能救我。那听你这么一说，那是《大话西游》啊！啊，一会儿妹妹救姐姐，一会儿姐姐救妹妹，是吧？他俩那是灯芯不一样，随时都能见。我们吧，我们只要一见面，就会有一个人离开。哦，那你这更厉害。相遇即是毁灭，深奥的。干了。姑奶奶，你到底想用什么样的情景表白呀？万众瞩目。万众瞩目，那不如12月份卡塔尔世界杯怎么样呢？那倒也不用那么多人，而且我也等不了那么久。你也知道啊。于秘书说，明天晚上公司团建，后天放假，组织员工出去旅游。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大姐，公司团建，全公司团建，万众瞩目。你的意思是说，明天晚上？对，明天晚上。明天晚上。明天晚上。王玲，你看，陈乔木，别在一个物理学家面前做如此幼稚的游戏，好吗？走了，不玩了。你走吧，我还要看会儿星星。行，伟大的科学家都是仰望星空成就的。哦，对了啊，
明天我想在公司楼顶搞个团建，你没事过来吧？公司顶楼团建，我去合适吗？耍大牌呗。不是耍大牌。哎，欧阳来去合适啊？全是公司内部的，你叫他不太合适。合适。第一，你可以展现领导者的魅力；第二，你刚才不是一直在问我，哎，你在想什么吗？我其实就一直在想啊，无论是你救的欧阳来，还是救你的欧阳来，哎，还是约会没来的欧阳来，无论是哪一个都无所谓，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此时此刻是一个活生生在你面前的欧阳来嘛，对不对？他爱你，你爱他，这不就行了吗？你说呢？不要等到想爱了才发现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孺子可教。你才孺子。哎，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帮你去你的公司去布置现场，怎么样？那就辛苦王教授了。王教授不辛苦，愿意为您效劳，一定帮你把会场布置得完美，增加各种小科技，怎么样？完美。哎，如果要是成功了的话，舞台一气一点都不过分吧？对吧？三台，可以。你还好是研究科学的，你要是个生意人，一定很可怕。走了，早点休息啊。你要假意佯攻，因为你我之间必须先有一战。什么时候发信号了啊？咱们这样打下去，会白白死很多兄弟的。打开宫门就是信号。你能打开宫门吗？这个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太尉，你我联合，一举拿下欧阳浦，不行吗？欧阳浦征战一生，老奸巨猾。就算你我二人合力将他拿下，也是惨胜。我是担心呐，除了你我，还有黄雀在后。毕竟惦记欧阳浦王位的人，不止你我二人呐。太尉，我可不惦记那个位置，只是他欧阳浦咄咄逼人，做事有点过了。一旦事成，我的就是你的，王位给你都行。算了，我有自知之明，我没那个命。谁？谁？你看，咱们的人都在。太尉，我再说一遍，我的人绝对不敢。就算我有意背叛太尉，那我干嘛要兜这么大个圈子呢？难道是欧阳浦的人？每个人再补上2刀，谁能保证这里没有欧阳浦的人呢？如果真的像李由所说的一样，乔木还在欧阳浦手上呢，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乔木，绝不能因为几个卒子，坏了我的大事。是。陈文，你脑子好使，刀法可不如我。好了没有啊？好了就走了。二哥，老大，老死了。报名。叫啥？王三。多大了？都会使啥兵器啊？19，什么都会用。以前打过仗？刚从战场上下来。你打过仗，你还来这儿干啥？你不用来了。我要报仇。报仇？你报谁家的仇啊？你想干啥？李优杀我兄弟3人，我与他不共戴天。好，有志气。只要敢拿起刀上了战场，那是报仇的机会，随时都有。既然打过仗，那就不用训练了吧，直接编到队伍去。我要进陈乔木的队伍。你小子，陈帅的大名也是你叫的。陈帅作战冲锋在前，我要报仇，要冲得比他还前。好样的，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人，那我就把你编到陈帅的队伍去。行了，你去领装备吧。大哥、二哥，四弟血海深仇，我一定会报。
1253只，1254只，5641只绵羊，5642只绵羊，12789只绵羊，12790只绵羊，639只绵羊，640只绵羊，641只绵羊。唉，这么多绵羊，要都是我的就好，可以卖多少钱？这话我前2天是不是说过？欢迎李总回家，鼓掌。从今天开始，谁都不准再议论李总之前的事情，不要胡思乱想。其实李总只是暂时的离开，是我为了提高公司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故意和李总演的一出戏罢了。如今李总已经回到公司，还是原来的李总，该怎样就怎样，跟之前没有任何变化，都清楚了吗？清楚。李总，由您来安排下个月的工作。好的，陈总。回家的感觉真好，集团永远是我的家。终于要回去了，我等待的时间也太久了。不行不行，太素了啊！不够精致。不行，哎，这件又怎么了？这不行，再换一身。哎，这不都挺好看的吗？随便选一身得了。你怎么能随便选一身呢？这么隆重的时刻，一辈子可就一次啊！不过这衣服也太贵了，有点超我预算了。嗨，用我哥的卡呗。一会儿我也挑几身，咱们一起算。挑几身？我才挑1身。你还不是我嫂子呢，你怎么就替我哥开始管我了呀？我的意思是，咱俩不得一人挑几身啊？行，那我们这家店一人挑几身，我们再换一家店挑。来，这家，快去试一下。以上就是近阶段的工作安排，陈总。最近大家都辛苦了，我决定今晚在公司天台团建酒会。然后从明天开始放假3天，加上周末，一共5天。想在家躺平的，你们随意；想一起出去转转、玩一玩的，公司出钱。好。至于去哪儿啊，我就不管了，还是由李总您来决定。但是，今天必须把后3天的工作都安排明白，
如果安排不好，就取消，明白了吗？明白。王院长，王院长。啊，一会儿把主台的方向对准这边就可以了啊。放在这里，王院长。怎么了？这里很高，风很大，晚上会不会有危险？有什么危险？就放这儿就行。可是这里晚上真的很危险。你是不是没听懂我刚才说什么？放在这里，我说放在这里，就放在这里。好，好，好，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把主台放这边。站好，站好，站好。人怎么不走？哎呦！你吓死我了！开玩笑呢嘛。打你电话你也不接，你去哪儿了呀？什么事儿啊？带你去见证奇迹，跟我走。奇迹？什么奇迹？我决定了，今天晚上我要在陈乔木他们公司楼顶天台团建的酒会上向他告白。楼顶告白？怎么啦？这个年代还不允许人家主动啊？唉，算了吧，我还是别去了，省得哭。张豪，你就跟我去吧。你不去的话，我老觉得我心里有点空落落的。哎呦，那我看你俩又亲又爱的，那我心里更空落落的。你别这样，你就跟我去吧。去了，怕我哭死。张，你对我来说就像我娘家人一样的，我真的希望这样重要的时刻你能陪在我身边。算了，不去了，我还是出家去吧。小希，这头发还得弄多久啊？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然咱们随便弄一下，先过去吧。不能随便弄一下。欧阳来，你想想嘛，最大牌的明星都是最后才闪亮登场的，万一你到了，客人们还没到齐，那你不是尴尬了吗？再说了，你要是现在到了，你叫别人还怎么喝酒啊？那要是大家都喝醉了，我跟谁告白？哎呀，你放心吧，只要我没喝多不就行了吗？而且你要去酒会的事儿，我也提前告诉我哥了。再说了，酒饮微醺，花赏半开，你不让他们喝多点儿，怎么欣赏你这朵半开的鲜花呢？你就放心吧，今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把你打扮得美美的。
这怎么比跟人谈判还紧张啊？那告白嘛，那给谁都紧张啊。陈总，对，谢谢。万一被拒绝了怎么办？那我也不知道啊，没啥经验，就被拒绝过一次，不行就哭呗。不开玩笑，昨天不是说的挺好，你忘了你自己说的那句话了？你说那么多哪一句啊？你自己还重复了一遍那句啊。不要等到想爱了才发现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哎，人生苦短，对酒当歌啊。走啦。我已经画过了，你看我这眉毛、睫毛、眼线都有，不用这么麻烦。欧阳来，你是真不懂啊！你这画的什么呀？你不知道现在顶流都流行那种不灵不灵的闪粉吗？可是这都几点了，酒会都要结束了，陈小姐。你放心吧，刚才王林给我打过电话了，说我们晚一点去，你就安心化妆吧。这个好看呀！哎，一会儿我要加这个。觉得你今天怪怪的，怪了，哪里去？怪可爱的，少来这套，有点为人导师的样子。哎，对了啊，一会儿你告白的时候上去尽量靠你那个板子，记得啊。我离板子那么近干什么？昨天不跟你说了，王教授、黑科技都给你安排好了，有惊喜。给我的惊喜啊！你别说，只要把你交给欧阳来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这就要离我远去了啊！离你远去啊？不可能啊！开了。这还要画多久啊？光眉毛都画了半个小时了。眉毛马上就好了，接下来给你上妆了。还要画？不画了，不画了，我等不及了。小西，咱们走。哪有那么急啊？急？我内急。内急？我们这边有卫生间。我就喜欢麦集团的厕所，在别的地方让我咳嗽。快点，快走了。可是我还没画完呢。你告白还是我告白？快点。哎，他们刚打电话过来说已经在路上，快到。好，你上去准备准备，放松点。不好意思啊，打断一下大家。我记得上次咱们公司团建酒会的时候，我是被抬回去了。第二天难受的要命，医生说我是轻微的酒精中毒，千万不要再喝酒。我想了想，确实不能再喝了。为了公司，为了家人，为了朋友，的确不能再喝了。但是上次公司团建酒会，我又被抬回去了。我就想到底是你们谁惯的？不过第二天我发现，没有上次那么难受。医生说尽量少喝，我想了想啊，尽量少喝的意思应该就是还可以喝吧。不过我今天不会那么的轻易被你们抬回去啊！是，今天必须得多喝点。你们想都别想，一定得抬回去。陈总就不要喝酒了，身体重要。其实我想的和你一样，但如果我今天喝醉的话，明天旅游大家找他买单啊，我就不管了。那可不行，那不行，可以吗？啊，您就别喝了，回家吧。
我不能回家，不能回家。我今天少喝一点，然后大家多喝一点。我这心跳怎么跳这么快呢？别激动，小场面，小场面。你这手怎么抖这么厉害啊？我哥30多了，终于要有女朋友了，我太激动了，你一定要成功。努力。我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需要大家陪我一起见证。好，谢谢。乔西，这是什么情况啊？还能是什么情况啊？我哥说了，表白这种事情怎么能让女孩子来呢？酸死我！好了，我知道你现在此刻非常想要炫耀你的心情，但是你知道我心眼小，我脾气不好，再多说一句我就翻脸了啊！走你，去吧，加油！欧阳来，我这咋了？啥报上了？这没表白吗？怎么了？出事了。啥情况？拿好你的游戏币，别乱扔。陈总，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谢谢叔叔。欧阳来，我喜欢你。
走你管好吧。找人呀！欧阳来，你小的时候，你家着火，我救过你，你带我吃过全世界最好吃的烤肉，你告诉过我，任何时候活着才有希望。我这一次花了好多的力气，但站在你身边，我不会再离开你。我答应你了，陈条木，我答应你了。我要来，我爱你，生生世世。细数着时间流转起光年，一瞬间，一瞬间，忘却你的眉眼。越过换日线，沿着海岸边，去林间，去山巅，恍若昨日重现。困在虚与中，眨眼间翻地覆，万物复苏，日去月出，只因你又出现。When I see you shining on my man, when I see you shining on my man。细数着时间流转起光年，一瞬间，一瞬间，忘却你的眉眼。越过换日线，沿着海岸边，去林间，去山巅，恍若昨日重现。
困在虚中，眨眼间翻一覆，万物复苏，日剧月柱指引你又出现。When I see you shining on my land, when I see you shining on my land。哎，师傅，在这儿干啥呢？哦，有个老板打电话说要弄个气垫，还要双层的，我们就是干活的，其他不知道啊。没事，你们继续干哦。你看这是嘛地方？集团总部嘛，是吧？人家既然能来这儿干活，那肯定是陈总安排的。干事了。我去，这次是古代。我感觉此次你我必定会金榜题名。金榜题名对你我来说应该不成问题，就看谁能高中状元，言之有理。哎，此次我必定又是名落孙山呐！哪里的话，痛哉苦哉！看着你们俩明天又要一日看尽这长安花，我却只能借酒消愁啊！仁兄此言差矣，得时高歌，去时休，多愁多恨亦有用。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来，喝酒喝酒！小二，哎，客官，今天酒肆里都算我请客。好嘞，明年再来，明年再来。除了他，哎，客官，我看您这身打扮是从扶桑来的，在我们这儿啊，像您这种打扮的太少了，小心点。诸位，刚才那位兄弟请大家喝酒，那今天除了酒，其余的吃食都算我的。好，好，咱们这位贵客从何而来呀？求此。从美玉的地方，难道做了一场好生意啊？是做了一笔好生意，但不是美玉，那是什么呀？胡椒。胡椒啊，有道是1两胡椒1两金。这次啊，思路顺风顺水，单单2匹骆驼胡椒，我
就换了黄金1000两，岂不快哉？快哉！来，喝酒，敬你一碗。小二，小二，客官，不算他的吃食。明白。小二，现在是几年几月呀？咋是瓜怂人？哎呀，兄弟，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告诉我。别动手动脚的！你看你穿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刚才问你是不是从扶桑来的，你还不理我，活该！哎，等一下，别着急，坐一下。我看这位客官呀，不像是从扶桑来的，他长得英俊潇洒，扶桑那些人啊，长得像老鼠一样。对，怎么能像扶桑人呢？来，喝酒。欧阳来，哎，等一下，客官，你认识我吗？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在这里可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哎，客官，哎，酒钱结一下。什么酒钱？我没喝啊。他喝你的酒，是不是该你结呀？他喝的，我为什么要结？又不是我点的。8个铜板，8个铜板。没有钱。哎，没钱，没事。来，扫码支付。我去啊！干嘛？我们开始吧。好。叔叔，起来下呗。叔叔，你起来下呗。凭啥？叔叔，你挡到我们玩的地方了。叔叔，我给你颗糖，起来下呗。玩你。
圆了起点和终点之后，每次都在循环，难怪不是每一次硬币都会出现。只有在两圆的交界处，才是唯一可以回去的机会。原来是这样。你这是寻死你这是？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莫张眼睛。王玲，咱俩认识多少年了？得有15年了吧？得，至少得有15年了。那这15年里，好多事情你还都记得吗？那不一定啊。那脑子再好的人，15年的事儿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也不可能。好的记，坏的不记呗。也是。哎，但是我呀，好多事儿我就怎么想他都想不起来。那你想不起来的话，不行就别想。哎，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怎么说来着？啊，对，这么说的，说记忆啊，仿佛是映在天空中的星星，忽隐忽现，永远都是点滴的画面。美不美？你写的？哎，我编的。但你说这些记忆，它们之间是不是相通的呢？要是想把它们都回忆起来，也是有可能的吧？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我深奥了呢。干啥？你看看前面是啥？开车2个多小时，你就会干这个呀？你要是不想来，你就回去。啊，可以回吗？不可以，话这么多，那你问我干嘛？说怎么不见黑子动静？黑子应该睡了吧？可拉倒吧，上次差把我咬死的不是他吗？睡。走啊！你走，你先走，你先走。
还是老兰家瓜甜，还得是他家。来，开头吧。别咳嗽，我们没咳嗽，那谁咳嗽？我就不信你俩还能钻进地缝里去。老兰，是老兰的声音，但是怎么不见黑子呢？也许是老兰蒙咱们呢。再不出来放狗了。冷静。如果是老兰，咱俩刚到的时候黑子就出来了。我不管啊，上次我被黑子咬惨了，这次你充钱。黑子，上牛。黑子，别跑，黑子！来爷，陈乔木，王里，你俩不跑了？啊，都不跑，不躲了？啊，没。往哪儿躲呢？往哪儿跑呢？走，哥走。多好的瓜！哎呀，太好了！来！哎呀，偷着吃，现在是放开吃。来，好，谢谢蓝爷，蓝爷伺候你俩。哎呀，谢谢蓝爷，谢谢蓝爷。来，你俩说你俩多少年没来过了啊？哎呀，得有5、6年了啊，5、6年了，差不多。吃。哦，嗨，我以为就2、3年了，这时间过得可太快了。是吧？来，哎，你俩青瓜蛋的时候都来偷瓜，偷这么多年了，偷性不改呀！啊！哎，你不想蓝爷？想人呐，才来偷来。是。哎，蓝爷，黑子呢？这之前他都跟您寸步不离啊。再别提黑子了，黑子跟了我足15年。前年走路有点摇了，晚上还跟着我来了以后进了瓜棚了，他要出去，哎，我不知道咋搞的，我把他拉回来，他又出去了，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又跟出来，我当有人偷瓜，我出来看了一下，没有偷瓜的人，我又回来了，就睡了。睡之前，我看他在那儿趴着呢。早上起来，哎，咋不见狗了？黑子哪儿去了？我一边喊着黑子，一边开门。一开门吓一跳，黑子直挺挺的躺那边儿，死了。其实我想了，狗是有自尊心的，它是害怕我看见它死的狼狈相。难受，通人情。是。蓝爷，那您怎么没再养一只啊？哎，不敢养了，伤心了。养狗就是养亲人，狗通人心，给人的情感深得很的呢。这应该是相互的吧。我想念你俩，其实我身上是有狗的情怀，真的。有些事情要好好珍惜呢。人和人之间的友谊啊，其实就有一次，说不见
都不见了。走了。没想到老蓝还一直想着咱俩。哦，是啊，偷人家那么多西瓜，能不惦记咱们俩吗？你说他也是啊，一直种西瓜，啊？我挺佩服，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我也挺佩服他，一辈子只种西瓜。不开玩笑。其实我觉得老蓝在其他人眼里，他可能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瓜民，但是在我眼里，我觉得他活得特别通透、明白、知足，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他的世界里，他种的不是瓜，是人生。挺好，升华。我觉得老蓝说的特别对，人与人之间缘分难得，要懂得珍惜。有些人一转身，一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了。是啊，王玲，我想跟你说件事儿。来来，你想清楚了？只有这样，乔木才能过上正常的日子。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行，只要你下定决心了，妈支持你。只不过妈，得麻烦你重新换个康养中心了，找一个好的地方，也挺不容易的。妈没事儿，只要你觉得你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儿，妈就支持你，没问题。啊，妈，我想离开这个城市，去一个乔木找不到我的地方。我今天早上已经交了辞职报告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我实在是不忍心每次都看到我们这样痛彻心扉的结束。这对我，对他来说，这样的结局都太过于残酷了。离开这里，其实对我们来说，总比重新开始要好一些。至少在我和他的心里，还能一直保有对彼此最美好的回忆。可怜我们来了。乔木，照你的意思，一旦你和欧阳来相爱，就会出现危险。一旦出现危险，那枚带你穿越的金币就会出现，时空就会重叠。对，那个一直想置于你们死地的那个人，也是来自于其他的时空。这个我不知道。
会出现。即使是这样，你也依旧会去找他吗？当然。你不害怕再经历一次生离死别吗？不怕，我只怕不能再爱我爱的人，或者朋友。爸，我喜欢上一个女孩。哟，长大了，今天怎么没带来啊？来，今天忘了先讲笑话。算了，你说那女孩是欧阳来吧？您知道？早就来过了。人不错，笑话讲的比你好。来，聊聊他吧。是时候做个了断了。陈总，欧阳来小姐找到了。真好。有什么事吗？你说那陈教木真来了？是吗？就在学校门口。我劝你还是……你到底想不想帮我？帮啊，我想帮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要不然你再想想。真好啊！后天我就要离开这儿了，你只用再帮我2天，就按我说的做，好吗？好吧。今年一定要做好孩子们的思想安全教育工作。今年的交通事情我就不讲了，我要讲的是我们再三强调的孩子们野游问题啊。这个事情呢，我们进来。今年呢，我们一定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今年赵老师和杨老师在去年这个工作上做得不错。今年呢，我希望李老师和王老师今年把这个下令的工作继续做好，特别是野游工作一定要做好，这是我们的重点。王老师那边，你在干什么？你放开我！我们在开会呢。你到底在干什么呢？你们在干什么？
开车。怎么回事？哎，陈乔木怎么冲进去了？开车。你可想好了啊？我开了啊。开车。那咱俩吃饭去。送我回家吧，我还得收拾东西。行，那去你妈那儿。嗯。陈总，怎么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觉得欧阳来小姐应该认识您。为什么这么觉得？不好说，反正我感觉认识。感觉？陈总，我看人肯定没你准，以您的经历、知识和聪明是我比不了的，但是我能捕捉到人瞬间的惊慌。刚才欧阳来小姐转身的瞬间，流露出的眼神有点惊慌。我现在恢复了所有的记忆。欧阳来，你是不是也全部都记起来了呢？你为什么跟踪我们呀？江豪，谢谢你把我带过来。谁把你带过来了？你自己跟踪的。哎，你那个酒吧还在做吗？开呢。下次我带公司的人去捧场。好啊。欧阳来也是，怎么还找你假装的男朋友？我怎么会信呢？哎，这什么话啊？什么叫还啊？我不比你帅啊？哎。我跟你握什么手啊？你搞得跟咱俩一伙似的。你还说你不认识我？真好，我还想请你帮个忙，你帮我把他叫下来。是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之外，最想让他幸福的人还有你一个。他不想见你。就这一次。陈乔木，你怎么出来了？在这里摔下去很痛的，我试过。3岁的时候。我妈妈抱着我一起从这里跳了下去，幸好前一夜涨了水，被旁边的渔民叔叔立刻救了起来。当时我在妈妈怀里，只是受了点轻伤，妈妈住了很久的院。住院的时候，我爸一眼都没来看过我们。出院之后，我妈还是那样把我抱着怀里回了家。你想说什么？我听不懂。我想说，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记得。你的哭、你的笑，我也都记得。说完了吧？我走。再陪我去一个地方。
闭上眼睛。你无聊吗？闭上。你想象一下，一望无际的萤火虫围绕在你和你心爱的人身边，像童话故事一般。你是公主，我是王子，我们漫步在萤火虫的世界里。你看。我找不来蚊子，你没有机会给我惊喜，打我一巴掌，但我一定能找回过去的记忆。金乔木，既然你什么都记得，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既然我什么都记得，我为什么不和你在一起？不可能，我们出不去的，不会有未来的。有的，只要你相信我。不是我相信你的问题，这所有的一切就像是个诅咒。以前我们什么都不记得，但是现在不一样，你我都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一起去解决，一起去面对。一起面对，一起解决。陈乔木，跟你在一起实在是太累了。我只想过一个普通女孩的生活，我想慢慢的恋爱，和男朋友吵架再和好，想穿上圣洁的婚纱，和他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我想和肚子里的宝宝说话，想和爱人一起慢慢的变老。可是这一切，只要跟你在一起，那都是不可能的。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的。不可能的。从我们相爱开始，结局就已经注定了。我一次又一次的打开心扉，却总是在最幸福的时候被关闭。我不想再这样了，我受不了了！求你放过我吧，求求你，就这样吧。这次我一定能忘掉你的。相信我。我不相信你。这次就让我们彻底分开吧。你说你想忘记我，那你脖子上戴的是什么？还给你。这是我送你的。你要不要？你到底要不要？这不是你说要找回过去的记忆吗？我一定能找回过去的回忆，相信我。现在呢？
这家的3鲜饺子特别好吃，再配上独特的蘸料，绝对比你那些奇奇怪怪的什么东西要满足多了。好吃，好吃，太香了！太香了。陈小木，我告诉你，饺子配酒，越吃越有。如果有 whisky 的话，那真的无敌了。你尝尝，你尝尝。告诉你 ，whisky 可以把饺子的香味放大无数倍，再加上酒的层次感，那简直在嘴里爆炸。这么多呀！哎，我们要打烊了，把账结了吧。哎，小伙子，哎，打烊了，哦，结账别啊！干啥？帮你拿手机，半天拿不出来。滚开！再说一遍。滚开！哎哎，行了行了，看他喝成什么样了，能收别的吧啊！老板娘，这种酒鬼就要见一次打一次，他才长记性。和气生财啊，以后大不了不做他的生意就行了。行行行，就这样吧啊。那桌子，先让他趴着吧。走，咱收别的。我走。你还能走？我怎么不能走？哎呦，哎，哎，那个，哎，行了行了，让他走吧，让他走吧。相信我，别走好吗？相信我，我都知道你不会走的。相信我。先起来。
前面大人向法，退后。喂，现在帮我订8A9177的机票，8A9177，快点！8A9177。不好意思，先生，8A9177已经解载了。各位乘客请注意，我们遗憾地通知您，从西安飞往贵阳的8A9177次航班，由于天气原因被迫取消，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飞机。地面工作人员将配合您安排下机后的相关事宜。怕吗？我不怕。不怕你就松一松，我都快动不了了。我只是不知道，像现在这样抱着你，下次是什么时候了？嗨，那个附近的热饮就只有热豆浆了，你要不要喝一点？你能不能不生气了？我不是故意的。我来2辆飞机要走了，你跟我去接他去，好吧？快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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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哥，你去哪儿啊？你刚刚和我哥说什么了？我告诉他，欧文来要走了。谁要走了？没事。哎，你就这么走了？你留个微信呗，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你最好什么都记不起。虽然我听不太懂你在说什么，但是我今天不打算让你走了。你要干什么？你说我想干什么呢？嗯？你会后悔的。我愿意。别烦我了。哎！哎你！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用！流氓！姑奶奶，你饶了我吧，行吗？我求求你。我刚刚真不是故意的。对，你是有意的。反正你都已经被我害得这么惨了，我觉得我应该陪你一会儿。真不用。
那万一你要是需要护士呢？不这儿呢吗？那你要是要换吊瓶呢？护士啊。那你要是要上厕所呢？更不用你了呀。你这人说话跟我怎么这么凶啊？你跟人家护士说话你就那么温柔？因为我烦你。我招你惹你了？你这个人怎么是张豪家属吗？啊，对，我是家属。跟你说几个注意事项，跟我去取药吧。好。等我回来哦。我去买个东西，你在这等我一下，啊。这是我刚刚取的药，然后这些呢我在旁边药店买的，但是这儿的药店东西实在是太少了，哎呀，我也没有买到太多的东西。你怎么又回来了？哎，我给你买了冰袋，因为你头疼的话呢，可能过2天会肿，所以你拿冰块敷一下的话，会好得很快的。你要用吗？还有这个。你现在头疼，你晚上会睡不着觉的，所以我给你买了安神补脑液，这个真的很好用。有的时候我睡不着，我喝它1支，就会睡得很好。还有这个维生素 A 软胶囊，这个是医生跟我说的，说有伤口的时候吃它可以促进愈合。你现在吃一个吧。那你一会儿记得自己吃哦。还有这个。这是药垫，我怕你在这儿坐太久了，你的腰会很疼的。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型号合不合适。哎呀，就只有这一个了，你要不要现在试一试？这是什么地方？可以解决问题的地方。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放心。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以爱人的身份分开，再也不会一遍一遍的以陌生人的方式相遇。王教授，哎呦，少爷带着女神来了。我说怎么今天天气都放晴了呢？啊，快坐。哎，你认识他？你们见过？啊？哎，不是你女朋友吗？不是你一直朝思暮想的那个？不是的，换人了。还真是。我就说嘛，你女神欧阳来嘛，这我能认错吗？经验真好。啥呀？打开看看。哎呀，油茶麻花，好
昨天晚上写了一晚上稿子，我饿死了，没吃东西。不吃了。哎，我跟你说啊，我俩小的时候啊，就一起出去打工，想赚点钱，干了整整1个月，到最后发工资那天，我俩把老板的东西给打坏了，老板就不给我们发工资了，工资也不够赔的，我俩就跑。那跑累了就遇到这个油茶麻花的一个店，我俩就来了一碗，兜里的钱也就只够买1碗，我俩吃那就香啊。现在吃没有以前香了，这个东西就没钱的时候吃最香。后来吃，他每次都把那个碗底舔得干干净净，一点都不给我剩。哎，这你不懂啊，这个东西必须得舔得干干净净，那才叫香呢，是不是啊？你今天带欧阳来，说有事儿啊？怎么了？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啊，就来看看你啊，叙叙旧呗。叙旧，咱们俩叙不就行了吗？当着女孩面叙旧，害羞。他一直都这么害羞，叙我们3个的旧。叙我们3个的旧？我们3个人啊？来，你认识他吗？不认识。但这些杂乱无章的记忆，会不会让你很困惑？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次又一次的爱过，一次又一次的经历生离死别，这不是命运搞的鬼。王玲，王玲，不见了。乔木，报警吧。没有证据，有天眼，没用的。这个时空记录不了另一个时空的车祸，然后这些事情说起来都很荒谬。难道亡灵也跟我们一样？这也是我最困惑的地方。我们俩一起长大，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我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他和我们不一样，亡灵都是按照时间的规则正常的生活着。
现在该怎么办啊？我们该怎样就怎样，等他出现。那万一他……没事儿，我是怕。不会的，别怕。哥，救命！你快点来张浩家，快点，快点！完了，王林取到消息了，快！哥，你终于来了，真是急死我了。王玲呢？王玲，这女孩谁啊？怎么没听你说过呀？王玲在哪儿啊？你叫救命干什么？哦，我知道了，她就是正好让你去机场追的那个女孩吧？欧阳来，欧阳来吧。我问你叫救命干什么？哎呀，我当然得叫你救命啊！刚刚你一走，我就碰到张豪了，然后不小心把他踢下了楼梯，结果脑袋摔得开花了。张豪脑袋开花了，他要紧吗？不要紧，不要紧，缝了几针，没什么大事。哎，你这么急干什么呀？哎呀，哥，你也知道，我陈乔希又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我打算养他一辈子。但是他刚刚突然说想吃什么糖醋小排，这个我哪会啊？那不就只能叫你来了吗？就这么点小事儿，你知道我多着急吗？哥，你别生气呀。哥，你就坑我吧。我难得求你一次好吗？帮帮我呗。哥，走嘛，人都来了，食材都准备好了，就差你的厨艺了。哎呦，笑什么啊？陈乔木赶上你了？赶上了，还是得谢谢你。怎么谢我？以后让你当我孩子的干妈。哎呦，疼！其实乔木说的对，逃避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算失败，我也会重新开始。问题总是能解决的。张豪，我哥可是难得做一次饭啊，他做饭的味道，那可比外面什么自称大厨、什么米其林的那可牛多了。你一定要尝尝最想吃的糖醋小排。我看你做这些家常菜，比你做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强多了。什么意思？我哥单独给你做过饭了？哥，你什么时候给他做饭你都不叫上我？你也太偏心了吧！你购物去了？我都已经很久没有购过物了，好吗？你就骗人吧！哎，有酒吗？有啊，我去拿。哥，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欧阳来的呀？你这保密工作做得也太好了吧！我跟他小的时候就认识了。不可能啊！你什么事儿我不清楚啊？还小时候，你能找一个好点儿的理由？我要敬你一杯。我，先给我。来，谢谢你，帮我追你哥。我帮你追我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才刚认识你，怎么可能？不信是吧？听好了，乔希恋爱法则第1条攻心，第2条打圆。我说的对不对？我是不是穿越了呀？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是被恋爱冲昏头脑啦？对，哎，不管那些事情了，来，我们喝一个吧。你也喝点啊，正好。哦，忘了，他吃了抗生素，不能喝酒。那我们3个喝，干杯！来，慢点喝啊，这酒劲儿大。怎么就慢点喝啊？没有慢点喝的道理，再慢可就来不及了。王玲，别吵，你会把他吵醒的。他要醒了会害怕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会害怕，它是刻在 DNA 里的，谁都逃不过。王玲，你至少告诉我，为什么是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得要从1600年前说起了。1600年呢，我演戏演得快累死了，我腻了，乔木。1600年，看你这表情，你是还没有完全记起来。哦，不对，你只想起来了当下，但之前的事情还没有全部想起来。啊，怪不得昨天你带他来这里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杀我？我在好奇。杀了我多好啊！杀了我，今天不就没事了吗？我为什么要杀你？我从来都没有想要过伤害你。但是我每一天都在想，如何才能把你们2个人一起杀死。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别着急。你是太尉的独子，她是公主，你们2人两小无猜。甚至欧阳普在立春之日为你们定下婚约。在之后，你寻找了一位很有名的工匠，定做了1枚金币。你和公主说，这是你们2人的定情信。再后来，你帮你的父亲
天欧阳来打开了攻城的大门，欧阳一族尽数被诛，皇族从此灭亡。想起来了吗？是你射的那一箭。王陵，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对我们下手？是啊，为什么要杀你们呢？我也想问，为什么陈太尉要杀我呢？为什么陈太尉要杀我们兄弟4人呢？为什么呀？啊？不可能！我父亲为什么要杀你们？是啊，你父亲为什么会杀我们呢？你父亲为什么会杀我们？我也好奇，我也想知道。哎，不错，我命大，侥幸活下来了。可是我的大哥、二哥、4弟，全都死在了你父亲的手下，没有一个人活着。我的兄弟全死了，死在你父亲手里。当初我还劝我的兄弟别去当兵了，没有好下场的。你知道当初我的兄弟们是怎么跟我说的？他们对我说：“陈太尉爱兵如子。”爱兵如子，他只爱你这个儿子。欧阳府他都敢杀，我们算什么呢？在他眼里，我们不过是一条狗罢了吗？这就是你的父亲。来，别怕，没事的。别怕，没事儿。你还以为你是他的神仙叔叔呢？啊？怎么可能没事儿？陈乔木，你骗了我，为什么？我没有，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有骗你。我帮你打开城门，你却杀了我父王。我没有，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一直想向你解释，我真的不知道。这我倒是能证明一二的。陈迈和李由在密谋的那一天，陈乔木确实不在现场，但是陈迈在策划这么大事情之前，一点口风都没有透露给他吗？
那我是不相信的。如果我可以回去，我会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你们相信我？如果我要能回去的话，我也一样会阻止这一切的发生。用不着你，你知道怎么能回去吗？你知道吗？我知道。王亮，你别碰他！你不是想要回去阻止一切吗？你不是刚才说了吗？怎么样才能回去？只有金币才能回去，不是吗？那金币怎么才能来呢？你不清楚吗，陈乔木？啊？只有欧阳来出现生命危险或者死亡的时候，他才会出现，不是吗？王玲，你疯了！你别动他！王玲，陈乔木，看，陛下，啊，出现了！王玲，是我父亲杀了你们兄弟，跟他没有关系。看，慢慢变低了啊！王玲，你杀我一样，金币一定会出现，你过来杀我！你说的对啊，我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忘了？杀了你也是一样的，金币也会出现。没错啊，啊，金币出现了。记住，不要再管我，好好过好你的生活。之前的事情都是我的错，如果可以重来，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一定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你这台词背了多长时间啊？你怎么这么老套啊？生生世世，你会眼睁睁的看着你爱的人在你面前一遍一遍的死去，百世不得解脱。
100世，整整100世。要不然，我们赌一赌。蕾蕾，对不起，之前都是我的错，都怪我。乔木，细数这世间流转几光年，一瞬间，一瞬间，忘却你的眉眼。跨过换日线，沿着海岸边去林间，去山巅，恍若昨日重现。困在虚臾中，一眨眼，天翻地覆，万物复苏，日剧月出，只因你又出现。When I see you shining on my mind, when I see you shining on my mind. 细数这世间流转几光年，一瞬间，一瞬间，忘却你的眉眼。跨过换日线，沿着海岸边去林间，去山巅，恍若昨日重现。困在虚臾中，一眨眼，天翻地覆，万物复苏，日剧月出，只因你又出现。When I see you shining on my mind,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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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ee you shining on my mind. 其实我早就不怪你了，哪里会有那么绵长的恨？我只是恨我自己，在那一刻，居然选择了不相信你。
是我对不起你，都是因为我让你陷入了这长达100世的诅咒之中。你原本可以坦坦荡荡的过一生的，欧阳洪施暴力无道，王朝覆灭也是历史必经之路，我又怎么会去怪你呢？我一直都是这样爱着你。再见了，陈乔木。你到底做了什么？你干什么了？我今天不管你干什么了，你今天必须得死，让你给我的兄弟陪葬！王陵，你住手！你不要这样，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活在现在不好吗？小木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你也只有他这么一个朋友，你们一起度过真真切切的15年，15年啊！哎，老板，少100，滚蛋！快，滚蛋！老板！
乔木，醒一醒！乔木，醒醒！乔木，醒醒！陈妹，战虎可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你还不动手吗？不用我再多说一遍了吧？陈叔叔，欧阳普杀我全家，这事我从来没忘。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张豪这辈子做鬼也要报恩。好，去吧。但是记住，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最佳时机。你现在要陪公主好好玩耍，一定要赢得她的信任，你的大仇早晚能报。好了，起来吧。哎，走。父亲，母亲，我知道是谁杀了我们全家，不仅是欧阳普，还有陈麦。他想利用我，那我就先让他利用。
怎么了？我头怎么这么疼啊？你昨天喝太多了。唉，我自己的衣服呢？你吐了一身。我哥呢？你哥啊？你哥昨天喝的也差不多了，送欧阳来回去了。来吃饭吧。不对呀！怎么了？不对呀，不对呀！怎么了？明明是我弄伤你了，应该我来照顾你才对，怎么能让你照顾我呢？我吃过了。嗯，你今天有事吗？要不然咱们去游乐场玩吧，一会儿。哦，我复胖了，那咱们可以去电影院呀。你自己去吧。我自己去，我自己去谁照顾你啊？以后照顾好自己。王林会去哪儿呢？不知道。他该不会想不开吧？不会吧？给他点时间吧。和解人总是痛苦的。嗯。诶。我记得有某个流鼻涕的小男孩，当时哭着喊着要从这儿跳下去呢。啊？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啊？就是有这回事啊。哼，那是你的神仙叔叔。什么神仙叔叔呀？关键时候掉链子，最后还得靠神仙姐姐。好，好，好，神仙姐姐比神仙叔叔厉害。那当然。哎，我饿了。饺子配酒。谁吃那个呀？吃都吃烦了。哎，把你之前做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再给我做一遍，好不好？你之前不是嫌弃的很吗？说不好吃。之前那是吃你的，现在是吃自己的，不一样。什么叫吃自己的？怎么，不想给啊？反悔啦？陈乔木，我可警告你，从现在开始，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你的那些什么公司呀、股票呀、房产呀，通通都是我的，知不知道？好，好，好，全部都给你。那当然了，现在好像也能上天了。那你要在月球上向我求婚。好。你要给我买一颗星星。好。你要给我买100颗星星。好。再说一遍。好。要给我买100颗星星哦。买买买。真去烤的地方，是吧？拿这么多啊？对呀。又不着急，慢慢烤。哥，虽然欧阳来是你的命中注定，但是我怎么就这么舍不得你被别的女人抢走呢？傻不傻？是我把他娶回家，以后你打游戏、骑马、逛街，不是又多了一个人陪你？欧阳来吗？他不行不行，我跟他在一起，我立马就能学会摆地摊、逛夜市和骑自行车。这不挺好的吗？多接地气啊！哥，我
还是不太能接受接地气吧。你也知道，我平时就喜欢，骑骑马呀什么的。那你以后啊，就天天泡人战好酒吧里，给人家当服务员，还不给钱，端茶倒水，斟酒陪笑，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啊？我那是真爱。真爱？我不懂，我不懂。你别看张豪表面上对我冷冰冰的，但是实际上我只要几个小时不联系他，他心里就慌了，还跟我耍脾气呢。这就恰恰说明了他对我的依赖。懂不懂啊你？我不懂，你哥是真不懂啊。是，土包子。张豪，我不是在做梦吧？我感觉我就像在梦里一样。对，你就是在做梦。好好说话。就不。真的太好了，一切都那么美好，比我想的还要好。啊，真的感觉像在做梦一样。你真的有病啊！你是真的有病啊！谢谢老天爷。好了，问件事吧。如果咱俩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你会怎么办？你在胡说什么？我说真的。你要去哪儿？你可不准走！你可是我孩子的干妈。很久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你开酒吧？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未来我会做什么。你未来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酒吧还是别开了吧，熬夜实在伤身体。那我干嘛？你养我？要不然你来我的萤火虫基地吧。我不去，我自己一个人挺好的，自由自在的，我才不去你那儿呢。那酒吧我的确不想开了，全都是回忆，是该想想自己以后一个人的生活了。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生活那多没意思呀！再说了，还有我呢，还有乔西呢，他怎么办？你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见过白天，怎么会期待阳光呢？那些有梦想的人会期待的。那如果没有呢？没有，没有什么没有，张豪，我告诉你，我就快要结婚了，没空跟你讨论这些伤感的东西。乔西不好吗？她可是能为你付出一切的女孩。我明白了，我又不傻。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我是怕自己失望。说真的，真的谢谢你。哎，你还真没谢我，跟你讲，咱俩以后到陈家呀，还不知道谁吃得开呢。啊。说白了是想跟我分财产是吧？啊？对喽，咱俩以后就是死对头。你的诡计我早就看破了。我跟你讲，咱俩以后就是，咱俩以后就是死对头啊！你想得美。哎，你俩过来呀！啊，来了。啊。
怎么了？小莫，这个场景我在梦里梦到的，我总觉得那大货车。没事，你是不是没太休息好？可能是吧。小张，靠边停！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小希啊，对不起。对不起。站好，站好。
你要有心理准备，即使他能醒过来，以后也下不了床了。而且，他已经脑死亡了。他怎么样？其实从密室出来之后，我就一直在寻找那个给我打电话的人，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是张浩啊，更没想到他和我们一样。欧良，你知道1600年前我跟张浩有什么恩怨吗？你们大人物身上有什么事情，我哪清楚啊？那你怎么知道我？无数个日夜都不能让恨消失，是吗？乔木，恨真的会消失吗？啊？
神仙叔叔，神仙叔叔。连世俗普通的人啊，又怕被热闹的羁绊打扰。如果变成了鸟飞的狗告，就不用再犹豫间隙争分夺秒，随着洋流走，单向奔跑，在漩涡地带来回绕，海天交界一线露出头角，被看到。是版图被打散了的回忆，碰了壁再没有回应，是摇曳风中等待的约定，摸不出看不到踪迹，输入浑浊迷途的蓝鲸，看不清逃不出困局，还反复描摹执着的烙印，烧得干净还留有余烬。贪恋世俗普通的热闹，又怕被热闹的羁绊打扰。如果变成了鸟飞的狗告，就不用再犹豫间隙争分夺秒，随着洋流走，单向奔跑，在漩涡地带来回绕，海天交界一线露出头角，被看到。是版图被打散了的回忆，碰了壁再没有回应，是摇曳风中等待的约定，摸不出看不到踪迹，输入浑浊迷途的蓝鲸，看不清逃不出困局，还反复描摹执着的烙印，烧得干净还留有余烬。杨碧，秋末，你可想清楚了？你要是去了，你的父母、妹妹、公司一切，在这个世界上跟你有关的一切就都没有了，消失了。你有可能都要从1600年重新活一遍，活到现在，就像困在时间监狱里一样。你真的确定吗？啊？他过得太苦了，但这一切有可能都是徒劳的，你知道吗？刚才医生最后抢救他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到底是因为什么？我跟他无论怎样努力，付出再多，都不能在一起，不能相爱。到底是因为什么，
让如今的我们变得如此痛苦？难道只是因为一句诅咒吗？我告诉你，不是，还有原罪。如果当初没有发生那些事情，现在的一切不会是这样的。可能我回不来了，但是我不想看到那么多嫉妒、背叛、仇恨，太多因为我的过去而产生的伤悲和各种不如意。我想让他们开心一点，想让他们懂得去爱，想让他们活得简单一点。用我一个人的生命来换这些，我觉得值了。王亮，如果我真的回不来了，替我照顾好我的家人，还有你自己。乔木，阿姨并不赞同你这么做。可阿姨如果是你的话，也一定会这么做的。欧阳雷，你要我怎样才能拯救你？保护你？副帅，副帅，父亲，乔木，你来干什么？我想跟您一起。胡闹！
你出来了，谁在军中镇守啊？您放心，我都安排好了，不然我心里不踏实。其实我心里也有些不安呢。这样，你来都来了，一会儿扮成士兵，待在外面，不能让李由把我们一锅全端了。是，走吧。王良，你认识我？听着，一会儿要是打起来，带上你那3个兄弟赶紧跑，头也别回，听见了吗？为什么呀？你敢违抗我的军令吗？不敢。知道就好，头也别回，听见了吗？听见了。回去。好久不见啊，李将军。起。好。起。好。李由，欧阳普对你还不错，你为何要反呢？太尉，他欧阳普欺人太甚，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你想想，咱这几个和他一起打天下的老哥们儿，哪个得到了善终？还不是被他一个一个收拾。这次是我想我完了，下次就是你，然后就是战火。何不你我珠联璧合，一鼓作气把他拿下？你做王，我回我的封地，如何？我来做王，我只求个自保。只要你愿意，我自有办法保你做上这个王。可是他欧阳普征战一生，就算你我2人合力将他拿下，也未必稳赢啊！我还担心啊，除了你我之外，还有黄雀在后。毕竟惦记他那个王位的人，可不止就你我呀。陈迈，只要你愿意啊，我保证你登上这个王位。保证我做王？对。保你登上王位。他欧阳普一生征战，那咱这几个老哥们儿不是也一样吗？在我眼里，你陈迈比欧阳普更稳重，更有心计，更狠，更适合你做这个王。哎，太尉，我刚说的，你好好考虑一下。干掉欧阳普，你做王。可是啊，这一旦失败了的话，就身败名裂了呀。不就是身败名裂吗？那又不是万劫不复。陈帅，咱们的人都在。我再说一遍，我的人绝对不敢。更何况我没有这个必要嘛。不是你的人，也不是我的人，难道是？欧阳普的人？
小木，拔刀。走，快走，快走！父亲，乔木，你快走，他们抵挡不住的。我不走，你不走，谁来调动咱们的兵马？绝不能让李由得逞。你是不是想反欧阳普？你说什么？你和李由是不是想谋逆？我陈满是那种人吗？滚！回去给老子报仇！这些都是李由的兵。滚！陈帅，你叫王陵？是。你不是跑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兵增可弃将，我们兄弟不是逃兵。乔木，你刚才为什么要放跑王陵啊？父亲，您和李由是不是正在一起谋划？谋划？谋划什么？谋逆，自己当王。逆子大逆不道，我砍了你！陈瑞，万万不可！陈瑞，我没办法跟您解释，但您真的没有想过吗？如果我跟李由是一伙的，他为什么派这么多人来杀我？蠢货！哼！
陈帅，要是这样打下去，兄弟们可能扛不过明天。援兵什么时候到啊？听说王上那儿有5000精兵，要是能和我们一起作战，5000人呢？我们还剩多少人？能打的8000不到。怎么，就剩这么点人了？我怎么看着不像啊？陈帅，兄弟们伤得多啊！报告陈帅，援军离城30里，明天必到。再说一遍，援军离城30里，明天必到。这就好，我们扛过今晚，里外合一举拿下中州。30里，应当不足30里，援军正在休整，明天准备从3个方向发起进攻。陈武，结合队伍，准备应战。是他们睡了2个时辰不到。他们睡了2个时辰不到，李由的士兵一样没休息多久。可是什么？你以为李由不知道我们援军的位置在20里开外吗？你觉得李由会等到天亮让我们里应外合吗？今晚李由必定孤注一掷，能不能活到天亮都不知道。集合队伍，准备迎敌。兄弟们，准备应战。是。父亲，我这就想办法进入皇宫，告诉大王，援军已在20里外，务必让王上把宫内的5000精兵调到城外，与咱们共同抗敌。成败在此一举。好，我儿早晚成事。去吧。父王，3天之后我就是乔木的妻子，这种时候不相信他，还能相信谁？王城内不是还有5000精兵吗？为什么不派出去跟李由决一死战？难道你要我眼睁睁看着乔木送死吗？你懂什么？那5000精兵是我最后的家底儿，出去了万一有个闪失，那将万劫不复。万劫不复？若是陈迈叔跟乔木抵挡不住李由，战死城外，那才叫真的万劫不复。你放肆！唇亡齿寒，要是陈迈叔跟乔木他们，我们又能有什么好下场呢？父王，我真的不明白，到这种时候你还在犹豫什么，担心什么？我在担心陈迈反水。什么？陈迈反水？不可能！陈迈叔怎么会反水？他怎么会跟李由一样？早就有人让我提防陈迈，功高盖主，拥兵自重，早晚必反。父王，要是乔木今天死了，我也不活了。来来，你干什么？快把刀放下！父王，我和乔木两小无猜，指腹为婚。若是他今天战死城下，我又有什么脸苟活在世间呢？你先把刀放下。父王，
开门，派兵！我让你把刀放下，听见没有？父王，除非开门派兵，否则我一定死在你面前。你。 杨木，怎么回事？大王，再等等。为什么？等我父系的人马死的差不多了。杨木，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让您放心。再等你父亲可就。诸位！皇上，你看李由是孤注一掷了。他肯定算到了我们就这些兵马了。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你为什么非要把李由逼反呢？逼反？当年跟你一起打天下的几个老兄弟，一个接一个的被除掉了，最后只剩下我跟李由最安生。因为我们没有欲望，结果你还是下手了。小麦，本王实话告诉你吧，我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时日恐怕不多了。时日不多了，那你退位之后，打算把王位传给詹豪吗？当初是陈乔木看不上我家欧阳来，我才让丹豪那小子得了便宜。乔木年少无知，你是想让李由和詹虎联手吗？你怎么知道他们俩没有联手呢？那你又怎么知道我们三个没有联手呢？你恐怕是来不及啊！小麦，你说这詹豪要是和乔木打起来，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
难道就没有一个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这么打下去，死的人越来越多了，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当然有了。你说，你不愿意，我说了也没用啊。你不说，怎么知道我愿不愿意啊？你肯定不会愿意的。那你太小看我陈迈了。我陈迈为了天下苍生，什么都愿意做，命都可以不要。那乔木的命呢？乔木的命，你陈迈，我从当王的第一天就在想这个事儿，想了整整10几年，现在终于想通了。要想天下苍生安宁，只有陈乔木永远的消失。你觉得我会答应吗？你觉得你杀了我有用吗？有用没用，我也绝不可能一生乔木。你不是说了吗？为了天下苍生，可以连命都不要吗？陈迈，其实你心里早就明白，不是吗？陈豪，为什么？你是想死吗？要死的话，10几年前早就死过了。10几年前，你还是个小孩。对，10几年前，我就是一个3岁的孩子，我忍辱偷生，大难不死。就是为了等今天。可10几年前我们并不认识。对，你是不认识我。可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一定会像我这样做的。我不是你。如果我杀你父母，杀你兄弟姐妹，杀你的所有家人，血洗你的封地，甚至一草一木，你会怎么样？如果你的仇人把你养大，然后又送到另外一个仇人身边，不能报仇，只能做狗，你会怎么样？如果你的仇人让你帮他的儿子做王，你又会怎么样？陈乔木，我告诉你，我就是那条狗。10几年前，陈迈和欧阳普杀了我全家，然后陈迈偷偷把我养大。我7岁时，把我送到欧阳普身边，让我为他做事，让我为他做让你早晚有一天可以当王的事。我从来没有想过当王。是，你是没有想过。
陈迈呢？欧阳普呢？还有我呢？你想当王？我只想报仇。你觉得你可以报仇吗？你觉得你有这个实力吗？试试。王陵！不要！动手啊！动手！你再不动手，我就要动手了。动手！杀了我！杀了我，你就可以亲眼看着你的父亲人头落地了。杀了我呀！杀了我，你还有机会的。陈迈，欧阳普，你们太小看我了。你们以为3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懂，你们也太小看仇恨了。我等这一天等了这么多年，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在自己眼前死去是什么感觉。真好。如果我如你所愿，你能放了他们吗？什么？如果你杀了我，可以放他们走吗？也许会，也许不会吧。但是我很确定的是，你今天必须要死。好，那你就是确定了。动手吧。如果你杀了我，
可以抹除仇恨的话，我愿意让仇恨在我这里结束。欧阳来，你来干什么？还能见到你，我很高兴。就让我来结束这一切吧，乔木。一切在我这里开始，就在我这里结束吧。这一世的恩怨，就在这一世了结吧。来吧。让梦结束。梦想再见。梦想见。难道都是梦？又是梦，同一个梦。但是，又有多少这样执着的爱可以贯穿30年呢？又有几个人可以守着这样一段必定不再回来的爱呢？1987年的大火带走了他的爱人，也带走了他的希望与寄托。今天几号？6月20号。哪一年？2022年呀。难道又开始了？陈总，找我什么事儿？下午宴会厅吃饭是吗？是。陈总，这是临时安排的，还没告诉你，您怎么知道？
难道开始循环了？我是不是又能见到你了？穿越？我怕侬这个脑子是要穿孔了呀！穿越了。你之前不是一直研究量子物理学的？你真的不相信穿越？量子物理学？哎呦，侬怕是要喝酒了呀？我什么时候研究量子物理学了？我研究的可是中国古代史，主攻五代十国方向。量子物理学，笑死了！这就是你的实验室？怎么样？这就是我研究历史的办公室，气派吧？轻一点，轻一点。你真的研究历史？当然了，这还能有假的？还有啊，你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轻放，很贵的，都是孤品啊。慢慢看啊。詹培文旧居位于西安市碑林区兴隆巷42号，2003年9月被列为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高家大院是著名秦腔剧作家、教育家詹培文先生的生前旧居，坐落于西安市碑林区兴隆巷42号。建于清代中叶，历经百年沧桑，保留了古朴传统的居民建筑。你有什么事吗？我对这个不感兴趣。真的没兴趣。五代十国，真的是五代十国的。师傅，师傅，您在这干多少年了？25年了。这么久了？那这树都是什么时候种的呀？25年前到现在，这些树都是我种的。这些树就跟我的孩子一样，要好好的养护。25年前是哪？25年前，就是1997年，香港回归的我一天，我种下这树。真的是梦吗？说对了，这就是中国梦，中国梦。小西，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呀？爸都等急了。爸出来了。什么出来了呀？你快点回来吧，别说了，赶紧的。老爸，今天喝红的还是白的呀？当然喝白的了，这么好的日子，把最好的酒拿回来。哎，儿子回来了，来，今天咱们吃手把牛肋。哎，等着干什么呀？你爸忙了2天了，赶紧帮忙。哥，今天喝这个。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老妈没告诉你？爸
什么呀？是我考上中央戏剧学院了。来来来，给你倒，老爸先倒。好，来。哎呦，乖女儿，哎呀，来来，给妈妈倒上。来来来，第一杯先给你，来。太香了。细数这世间流转几光年，一瞬间，一瞬间，忘却你的眉眼。跨过换日线，沿着海岸边，去林间，去山巅，恍若昨日重现。困在虚与中，一眨眼，天翻地覆，万物复苏，日剧月出，只因你又出现。When I see you shining on my mind, when I see you shining on my mind. 细数这世间流转几光年，一瞬间，一瞬间，忘却你的眉眼。跨过换日线，沿着海岸边，去林间，去山巅，恍若昨日重现。困在虚与中，一眨眼，天翻地覆，万物复苏，日剧月出，只因你又出现。神仙叔叔，